60、70年代的人真能生，家家户户都是兄弟姐妹5、6个，有的甚至8、9个。那时候人人都吃不饱饭，要说父母没个偏心根本不可能。有句话你一定听过，叫父亲爱长子，母亲宠幺儿，最苦最累是老二。很不幸，赵卫国就排行老二，父母的偏心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大哥刚结婚生子，天天喊着看孩子连工也不上，拉下的饥荒要老二赚工分还。三弟正在念书长身体，除了要学费，每天还得吃白面膜。2个妹妹更是香饽饽，因为她们以后要嫁人，能换好几百块彩礼呢，所以也就只有赵卫国既没成家也不念书，成了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工分他赚的最多，吃糠咽菜也最多。然而今天的赵卫国变得不一样了。老二还不起床吗？早饭居然还要我叫你来吃！听到母亲暴躁的声音，赵卫国只感到头更疼了。我重生了。系统鉴定宿主当牛做马一辈子，现在重生特绑定摆烂系统，越来越有钱了。系统绑定成功，新手礼包已发放。我擦！我真的重生到了50年前，还绑定了系统。听这意思是让我彻底摆烂，享受人生。赵卫国想起前世为了这个家，自己当牛做马一辈子，管了这个管那个，孤苦伶仃半辈子，最后更是上门给人当了倒插门女婿，吸血的人从父母变成了岳父岳母。既然重生又有了系统，老子就不客气了。第一步就应该先离开这群吸血鬼。听到母亲的喊声，赵卫国起床走到了屋外，刚好看见妹妹赵卫红在维护自己。妈，你别再骂二哥了，要不是你让二哥给大嫂抓鱼下奶，二哥能摔倒后脑吗？摔一下怎么了？跟要死一样！我看他就是不想上工装的。听到这话，后脑门和身上仍然还疼的赵卫国都快要气笑了。真不知道他上辈子着了什么魔，居然会掏心掏肺的对这样的母亲好，结果人家的心根本就暖不热。听他喊吃饭，终于知道起来了。看着眼前这3个儿子里最高大帅气的赵卫国，蔡素贞心里就忍不住的来气加厌恶。老娘生了5个孩子，个个都是扑哧就出来了，就这个讨债的难产，真得要了老娘的命！看看现在已经几点了，咱们全家还有谁比你更懒？起这么晚，今天没有你的早饭！见赵卫国居然根本不搭理自己，甚至还冷着一张脸直接坐下，蔡素贞愈发生气，直接一把夺过赵卫红递给他的饭碗。结果平日里忍气吞声的赵卫国，居然一把抓住旁边簸箕里仅有的4张死面饼，抬手就往自己嘴里塞。你怎么抢我们的饼？坐在旁边的3弟赵卫军反应最快，站着伸手就想把面饼从赵卫国嘴里夺下来，结果赵卫国反应更快，一巴掌就把他的手打回去，疼得赵卫军龇牙咧嘴。妮子，你还有点规矩没有？你个讨债鬼，到底发什么疯？心疼幺儿的蔡素贞也尖叫着破口大骂，结果赵卫国对着赵卫军坐的长条板凳一脚狠狠落下，竟然把板凳踩折了。这一幕可把一家人吓得不轻。做出这一切的赵卫国狠狠咀嚼着吃进嘴里的死面饼，接着又端碗喝干了赵卫军面前刚盛满的粘稠稀饭，这才转身往外走。爸妈，二哥打我，你们看我的手。直到这时，全程装鹌鹑的大哥赵建国突然开口来了一句：昨天晚上那一跤，是不是把老二的脑袋给摔坏了？或者他被什么脏东西上了身？老大说的应该不差，大家暂时千万不要去惹他。待会儿我去找大队长和支书，看看能不能借点钱，带老二去县城看一下。而此刻，远远走出自己家的赵卫国突然莫名其妙的放声大笑，到最后甚至笑得直不起腰。上辈子他们欺软怕硬，想不到就这样被我轻松拿捏了。看来他们都以为我脑子摔坏了，那我就将计就计，用这个方法好好戏耍他们，最好让他们跟我分家。想好这一切，赵卫国快步走到道场，找了个能够避风藏人的曹铎子，直接躺了进摆烂系统。来，领取我得新手大礼包。摆烂系统顾名思义，会根据他前一天的摆烂表现，奖励金钱、票据、物资、技能和属性点，并且摆烂的越是彻底，赵卫国就能获取越珍贵的奖励。除此之外，系统还自带了一个10乘10剩10米的储物空间，能够储藏东西。新手大礼包发送完毕，恭喜宿主获得软妹币现金888元，全国粮票100斤，工业券20张，2斤锅盔10个，肉包子20个，菜包子40个，甜豆浆60杯，鱼干1根，特制饵料1盒，口风琴1支，梅花手表1对，情侣款，初级治疗药剂1支，技能口风琴精通，自由属性点3。钱、粮票、工业券全都是这个年代最硬核的东西，最珍贵的应该是那一支初级治疗药剂，外加3个自由属性点。想想自己脑后的大肿包，赵卫国心念一动，手里多出一支蓝色药剂，打开后他毫不犹豫一饮而尽，刚喝进肚子，就有清凉的能量冲向后背和后脑门。很快，清凉的能量消失，赵卫国伸手往脑袋后面一摸，那个鸡蛋大小的肿包已经彻底全消。神奇，太神奇了！系统把3点属性点全部加体质。话音刚落，一股热流涌遍全身，赵卫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健有劲。这时草垛旁突然传来一个女声：刘文奎，放开我！你要干什么？陈玉兰，你就给我吧。藏在曹铎子家空中的赵卫国偷偷朝外望去，
70年代每个村里都有女知青，她们不是高干子女就是资本家大小姐，而且有文化有气质，甚至人人顶着一头福德路实心发型。只要她们一出现，那就是生产队上亮丽的风景线。像这样的女孩子，村里的小伙子一般想都不敢想。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赵家村知青点最漂亮的陈玉兰，却甘愿嫁给村里的二流子赵成海，连城里来的父母反对都没用。可惜77年恢复高考，陈玉兰考中了师范，赵成海却怕她返程后一去不回，把陈玉兰锁在地窖，还撕毁她的通知书。后来陈玉兰就跳井自杀了，死的时候还留有一封遗书。众人这才明白，当年陈玉兰为何会嫁给这个二流子。没记错的话，前世就是今天，陈玉兰推倒刘文奎，害他后脑撞在石头上意外死亡，恰好被赵成海撞见，以此威胁陈玉兰嫁给他，否则就告他故意杀人，结果毁了陈玉兰一辈子。躲在草垛偷懒的赵卫国目睹了男知青刘文奎强迫陈玉兰和他好的一幕，这才想起前世这些事情。前世我被家里人欺负，多亏陈玉兰时不时帮衬，给我缝衣服送吃的，如今我不能坐视不管。正当赵卫国思索的时候，陈玉兰已经把刘文奎推倒了。眼看此情景，赵卫国立刻窜出草垛，他要赶在赵成海前成为第一个目击者。来人呀！救命啊！怎么了？怎么了？最先跑过来的果然是赵成海。刚刚我在草垛子里面睡着大觉，结果被吵醒，发现刘文奎强搂着陈玉兰，想在道场上耍流氓。这种情况下，陈玉兰肯定抗拒挣扎啊！我正准备站出来阻止刘文奎继续使坏，结果他先被陈玉兰使劲推开，后脑门磕在石棺子上，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不一定吧，小姑娘家随手一推，能把人摔成这样。听说你昨天在河边滑倒，也是把后脑勺磕在石头上，怎么没有出现刘文奎这种情况？你什么意思啊？谁知道是不是你和陈玉兰跑到道场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结果被刘文奎撞破，你们两个见奸情败露，于是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给……想说我杀人灭口吗？直说吧，你到底想做什么？很简单，想让我帮忙作证，洗脱杀人灭口的嫌疑，必须让这个小妮子答应嫁给我，否则我就让你们两个身败名裂，变成杀人犯。你是不是酒蒙子打扑克分不清大小王了？敢威胁我？行，待会儿我把八爷和大爹他们过来，随你怎么胡说八道，看看他们信你还是信我。很快又有其他人听到赵卫国的喊叫声，从村子那边跑了过来。怎么回事？来人是民兵队长赵成宽，看他跑得大喘气的样子，显然是着急忙慌赶了过来。赵队长，捂着脸的赵成海抢先开口，把自己胡编乱造的污蔑之言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魏国，到底怎么回事？你来说说。正好大队支书赵继业这时也快步赶了过来。早上我身体不舒服，又和……赵卫国条理清晰的把所有事情明明白白的叙述一遍。听完之后，支书赵继业就给了赵成海一脚。你个二皮脸，是不是嫌自己日子过得太好了？要不要我给你送到公社去？程宽，待会儿给他捆起来，吊在村口的老槐树上，当着大家的面狠狠抽一顿，看他嘴上没个把门。八爷，这个货污蔑我和陈知青不检点，还嘎人，就只是打一顿，正好我以后要摆烂，先给众人塑造个我难缠的印象吧。那你小子说说应该怎么办？按理来说，就凭赵成海的栽赃诬陷、胡说八道，我完全可以送他去游街坐牢。当然，再怎么说，大家也是共一个祖宗的乡里乡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可要是轻拿轻放，那大家以后你诬陷我，我诬陷你，岂不是坏了咱们大队的风气？对于赵卫国说的这些个理由，旁边不少跑过来看热闹的村民忍不住微微点头。犯了这么大的错，至少以后不能让他继续干打米打面的活，而是应该和大家一起下地。你敢？这可是俺爹拿命换来的。没错，当初赵成海的父亲串亲戚时，在河里救了4个落水儿童，自己却因为体力不支被淹死，得到公社表彰。大队也是拿这件事儿做筹码，争取到机器，建立了自己的打米打面厂。闭嘴！要是把你送去坐牢，你这个工作同样要丢掉。人群里，同样赶来到场看热闹的赵承宗等人也忍不住满脸欢腾。蔡素贞更是迫不及待地站了出来。大爹，你看魏国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这个打米打面的工作是不是应该补偿点咱们家啊？听到这话，站在他旁边的赵建国、赵卫军的眼睛顿时亮了。赵卫国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怎么会让这群吸血鬼占到便宜？这个工作我肯定是不要，否则我成了什么人？让赵成海下地干活改造，是为了承前避后、治病救人，并不是我想给自己谋一些私利。这些觉悟我还是有的。再说我还要摆烂，打米打面还怎么摆烂？也不利于我后面分家。好，就按你说的做。正好我大孙子初中毕业，马上下地，正好安排他打米打面。等等，八爷，你看陈知青也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不得……后面的话赵卫国没有直说，肯定是要补偿和安抚。这小子摔了脑袋，怎么变聪明了？应该补偿一下。这样吧，正好明秀马上就要许婆家，他的计分员工作
就安排给陈知青吧。站在赵卫国旁边，全程没有说一句话的陈玉兰满脸惊讶，接着就用充满感激的目光看着他。今天要不是赵卫国在，我可就……行了行了，都散了吧。赵队长，你去镇上派出所报案，然后通知刘文奎家属来把遗体拉走。后来公安来了，做了笔录，赵卫国就回了家。只是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掀开家里的锅灶，完全没有出乎赵卫国的预料，什么饭菜都没有给他留，里面只有刷锅水。70年代的农村吃不上炒菜，家家户户都是汽水煮，等菜熟了把筷子往油罐子里面沾一下，让菜上好歹带点油花，基本上半罐子油能够吃1年，大概就是现在做一份水煮鱼用的量。没办法，那时候物资太匮乏了，人们都很节约。然而今天赵家的院子里却不断飘着油香，惹得路过的村民都不停念唾沫。这赵承宗家今天吃什么？这么大油啊！探着脑袋往院里看，只见赵承宗家的老二赵卫国正在摊煎饼，面饼子在铁鏊子上滋啦滋啦响，油水溅的哪都是。嘿，这败家子，趁爸妈不在霍家里这点粮食，我得赶紧去喊人。不一会，赵卫国的母亲蔡素贞就赶回来了，一进门就看见二儿子吃着煎饼，就着鸡蛋羹，当时这婆娘就炸毛了。你讨债鬼，造孽！用了多少猪油、白面和鸡蛋？看到赵卫国吃着的油煎饼和蒸鸡蛋，蔡素贞哭天抢地，仿佛死了爹娘一样。既然你们不给我留饭，我还不能自己动手吗？原来赵卫国在家排行老二，在家出力最多，却吃的穿的都是最差的。后来更是为了给大嫂抓鱼下奶，跌倒河里摔死，重活一世，他才不要继续当个好大儿。除非你们把家里的粮食全部都扛在身上去干活，否则你看我有手有脚，会不会被饿死？果然，这番话简直要把蔡素贞给气疯了。好，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姐姐，在这个家你也没必要在了，我要和你分家。赵卫国没有继续搭理这个女人，而是吃干抹净后出门溜达去了。等到下午他再回家时，家里已经来了几位重量级人物：大队支书赵继业，也是他们村辈分最大的族老，还有大队队长赵成斌，大队民兵队长赵成宽。八爷、三爹、大爹，你们怎么专挑饭点来我家串门啊？就咱爸咱妈无利不起早的性子，别说吃粒米了，哪怕只是喝口水，不得找你们借个10块8块啊！见赵卫国竟然张嘴就接自己爹妈的短，大队长赵成斌忍不住诧异了一下。行了，既然卫国已经回来了，你们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吧。经过我们一家人的郑重商议，决定把这个家分了，从今往后咱各过各的。赵卫国就静静站在那里，像个没事人一样，什么话都不说。老二，你是什么看法？既然你们大家在没有和我商议的情况下决定把家分了，那就分呗，就一点儿，反正别想让我吃亏。首先说说房子，除了堂屋、厨房和杂物间，剩下的我和你妈、你哥、你嫂和大侄子、你弟、你妹，一人一间。意思是这个家里没有一间给我住的房子。作为见证人的赵继业、赵成斌和赵成宽全都忍不住眉头一皱。分家，你们直接把魏国分的没有家，像不像话？辈分最大的赵继业忍不住开口说了个公道话：我们家就这么大，我2口子一间，老大一家一间，2姑娘一间，老三一间，哪还有老二的？房子先别说了，其他的你们怎么分？除了房子，家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小麦收下来之前，粮食恐怕都要找大闺女家借点吃。实际上，父亲赵承宗装可怜的策略，他已经让老大赵建国把一半粮食藏了起来，没放自己家里。听到赵承宗这是什么都不想给赵卫国分，让他净身出户自生自灭，大队长赵成斌直接听不下去了。我也该回家吃饭了，你们这个家到底怎么分，自己商量吧，不用管我的想法。既然你把魏国往死路上逼，那分家这个事儿我也不管了。最后出了事儿，大不了算我失察，把你们全都送进班房吧。为自己的算计而得意的赵承宗、蔡素贞和赵建国，没想到大队长和支书都直接撂挑子。赵承宗直接拉住赵继业，赵建国也拉住赵成斌，然后问一言不发的赵卫国：老二，你到底有什么想法？赶紧提出来啊，咱们好商量一下。分家可以，必须帮我找到住的地方，还有粮食，至少要给我120斤口粮，不给我吃，那大家干脆一起饿死。松口就行，看我不拿捏你。八爷、三爹，记得咱太爷带头建的祠堂，现在被改成了知青点，里面至少还有好几间空房子吧？现在咱们家遇到难处了，分一间给魏国暂住，应该没问题吧？对呀，我爷建的房子连知青这种外人都能住，老二凭什么不能暂时住，当个过渡？赵继业三人对视几眼，感觉在这里耗着也不是办法。好，但是你们也不能再有其他废话，让魏国自己带走120斤的粮食。行，对了，今天魏国突然犯病，像疯子一样，差点把咱们家给砸了。为了避免他以后再这样干，这个家就分得更彻底一点吧。登个报纸声明一下，咱们全家都和魏国彻底断绝关系，
旁边听了半天的赵卫红再也忍不住了，我不和二哥断绝关系，二哥。说着他直接扑进赵卫国的怀里。别哭，以后二哥还是你二哥，咱们兄妹还是好兄妹，断就断吧。断亲书写好，我会签名按手印，记得1式3份，你们自己想办法拿去登报。行。达成所有目的的赵建国4人全都一脸喜色，觉得自己成功甩掉一个瘟神，却不知接下来赵卫国就准备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后悔到发疯。他第一次钓鱼，连窝子也不知道的，而且用的还是一根破竹竿，甚至鱼钩上连饵料都没有。可第一竿甩下去，就钓上来一条10斤重的黑色大草鱼；第二竿钓上来的竟然是一条金色大鲤鱼，太爽了！好大的一条鲤鱼！扭头一看，说话的是个穿着灰色棉袄的老头，他右手拿着竹筐，左手拿着一根国内现在不应该存在的玻璃钢鱼竿。老头快步走到赵卫国面前，指着鲤鱼点评：这个头鱼肉太柴太老，吃着口感不会很好。没事儿，我刚刚还钓了一条10斤左右的草鱼，这条可以喂狗。爹，这鲤鱼长得多好看，给狗吃就实在太浪费了，要不你卖给我吧？卖就算了吧，不过你可以拿东西和我交换。你想换什么？油。鱼要是想做的好吃，必须用重油。行啊，你这鲤鱼看起来有15斤上下，我给你换10斤花生油吧。成交。老头挺大方啊，油要9毛1斤，鱼才3毛1斤，有钱人啊。哎，快提钩，又上鱼了。听到老头的提醒，赵卫国赶紧扭头抬竿，结果一股巨力传来，差点没把他直接拉进水潭里。幸亏他反应很快，迅速踏前一步，脚后跟用力踩在长草的沙滩上，身体却向后倾斜，线轮转得飞快。收，不然鱼会洗灾脱钩。看到这一幕，旁边的老头着急的开口提醒，听人劝的赵卫国赶紧用手一挡，阻止线轮继续放线，并且反过来往回收，结果根本收不动。20-30米外的水面上突然翻了个大花，能看出这回中钩的是个巨物。螺丝青，最少上100斤的螺丝青。眼神挺好的老头看清楚鱼的种类个头，顿时就亢奋了。千万别让它跑了，钓上来我拿好东西和你换。正在和鱼决力的赵卫国根本没有精力开口说话，只见他手上青筋毕露，满脸通红，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老奶奶钻被窝，给我上！一人一鱼直接僵持了半个小时，直到赵卫国浑身颤抖，累得快要打摆子。螺丝青终于也到了强弩之末，给我上来啊！他咬牙切齿地开始往回收线，终于看起来小2米长的巨型螺丝青被赵卫国一点一点拉到岸边，拉上了沙滩。走你！用手抠住鱼鳃往河滩上用力拽，在离开水潭10几米距离之后，赵卫国直接往沙滩上一躺，再也不想动弹。太他妈累人了！小伙子，你先在这等着，我回去骑辆3轮车，把鱼弄到我家里。老头和赵卫国打个招呼，拿着自己钓鱼的东西，屁颠儿的跑进岸上竹林里。可惜现在没智能手机，不然高低拍个照发朋友圈。原来赵卫国是重生到了1976年，而且还激活了摆烂系统，只要不上工赚工分，系统就会给他各种奖励。这根钓鱼的神器竹竿就是系统给的新手大礼包。系统出品果然非同凡响啊！他之所以来这里钓鱼，一是想试试这鱼竿好不好用，二来是因为他昨天刚和家里，现在自己住进了知青点，家里只给了他120斤粮食和一条枯瘦如柴的黑狗。既然钓鱼已经验证可行，那接下来吃喝最起码不愁了。黑虎怎么还没有回来？就在赵卫国钓鱼的时候，黑虎自己个钻进竹林去了。此时赵卫国抬起手腕，一个手环出现，这是系统送的宠物控制手环。只要宠物还在半径30公里的直线范围，作为主人的赵卫国就能共享视野，300公里半径内还能发出指令。眼睛一闭，赵卫国成功切换到黑虎的视角，放眼环顾四周，密不透风的竹林看起来特别阴暗。黑虎左顾右盼，走得小心翼翼。突然，他前进的步伐瞬间一停，压低身子，悄咪咪朝着某个方向摸去。赵卫国刚看清楚被黑虎发现的5只竹鼠，他就瞬间冲了出去。察觉到动静的竹鼠迅速散开逃跑。结果比黑虎慢了不少，只见他闪电般跑到一只竹鼠面前，下嘴朝脖子狠狠一咬，紧接着又纵身一跃，飞扑而出，把另一只竹鼠成功按住。转眼间就成功捕获2只猎物，漂亮！赵卫国忍不住笑着挥手，回来吧。猎物多了，黑虎也没法拿，于是赵卫国直接命令捕捉到2只竹鼠的他直接返程。小伙子，没等黑虎返回，老头已经骑着3轮车率先赶到。小伙第一次钓鱼就上了一条黄金大鲤鱼，而且还有一条100斤的螺丝青，这可把一旁的老头羡慕坏了。要知道小伙用的是竹竿，自己拿的可是进口的玻璃钢，70年代一般人可用不起，可他一上午硬是一口也没有。这黄金大鲤鱼和上100斤的螺丝青，他又喜爱的紧。老头当场就要拿东西和小伙换，还急匆匆的回家蹬来3轮车，拿着扁担和绳子就冲了过来。还有力气吗？搭把手，帮我把这条螺丝青抬到岸上。刚和螺丝青决力完的陈卫国还躺在地上恢复体力呢。好，只见老头用绳子往鱼嘴一穿，挂在扁担上，2人就能合伙抬着走。幸亏螺丝青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也不挣扎，让2人顺利的把他抬上3轮车。走，把鲤鱼一块拿着吧。
老头居然还专门带了水桶，可以把鱼养着。好。就在这时，黑虎也从竹林里跑了出来，把2只竹鼠放到赵卫国面前，摇头摆尾的求表扬。你居然还有一条这么漂亮的黑狗，知道自己找猎物。见老头又是一脸欣赏的样子，赵卫国抢先开口：“这个给什么都不换。”好吧，君子不夺人所好。摇摇头，老人只好打消了换取这条狗的念头。今天弄了一条黄金大鲤鱼，一条将近2米的螺丝青，待会儿让老伴帮忙拍上几张照片，多洗几张寄出去，让那些老伙计们好好羡慕羡慕。对了，我总不能小伙子的叫吧？认识一下，我叫黄道光，你是对面赵庄的吧？赵继业是你什么人？八爷，那你可以叫我四爷。2人聊了几句，很快就看到一户独自建在竹林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人家。期间看上去新盖没2年的红砖瓦房，门口竟然打了上百方的自流平水泥地，有压水井、蓄水池、过滤池，上面还搭了棚子，透露着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精致。旁边的竹篱笆里养着1只公鸡，6只母鸡。来，先把2条鱼放进水池里养着。渡桥连通的水渠刚好在家门口经过，挖了一口活水池，可以洗洗东西什么的。水池口用竹篱笆一堵，也不怕鱼会顺着水渠跑掉，而且活水不容易缺氧。等下能不能把这条螺丝清量一量体长，称重量，主要是掌握具体数据，也好方便以后吹牛逼。行啊，让你四奶帮忙照张相。凤英，赶紧把台称、圆尺和相机拿出来。很快，从里面走出一个看着40出头、保养很好、气质出众的中年女人，居然是小老头的妻子，更加佐证了她根本不是一般人。扯着卷尺，整条螺丝青的头尾长度是1.94米，然后又用称了一下，重量是182斤6两，都被照相机忠实记录下来。过2天你到我这里拿洗好的照片。把巨型螺丝青放进水池，黄道光洗手，从屋里提出来2桶油，外加1套衣服。这桶里面是20斤的花生油，这桶是10斤小磨香油，外加1套7、8成新的校官呢子大衣，没让你吃亏吧？笑容满面的接过这些东西。四爷，你怎么可能亏了我这种小辈？再说，就算您什么都不给，也顶多算是我这个晚辈孝敬长辈。你要真这么说的话，我可什么都不给了哈。您不会。都说免费的东西最贵，以您的身份地位，我要是真的什么都不要，您肯定会让我把鱼拉走。点点头，黄道光赞赏的笑了笑，显然对他的机灵非常满意。行了，有空可以过来陪我一起钓鱼。赵卫国点头答应，识趣的转身离去。很快回到祠堂知青点，赵卫国准备把草鱼和竹鼠处理一下，中午就吃酸菜鱼吧，晚上再吃竹鼠。现在赵卫国有系统给的高级厨师技能，无论是杀鱼、切鱼，还是处理竹鼠，过程都非常顺利。草鱼切出均匀的大块薄片，加料酒盐、花生油腌制；鱼头、鱼骨剁成块，用来熬汤。烧锅开水，然后起锅烧油，鱼头、鱼骨先煎至两面金黄，加开水炖出奶白的鱼汤。等到差不多了，捞出带着不少肉的鱼骨，作为对黑虎的犒赏。远处传来下工回家吃饭的钟响。赵卫国捞出酸菜和鱼头，迅速把裹好了生粉的鱼片下进汤锅，迅速烫熟后盛起来，加青花椒、干辣椒、蒜蓉，淋上热油，一盆酸菜鱼就成功做好。祠堂的门被粗暴推开，提着一口铁锅和几副碗筷的赵卫红走了进来。70年代物资匮乏，人人为口粮奔波，但在赵庄，有人却过上了让所有人眼红的好日子。好香啊！二哥，你做了什么？哥，你哪里弄的油啊？日子不过了，做一次菜怎么放这么多油？老妹，你来的刚刚好，洗洗手，顺便把你带来的新碗筷洗3副出来，准备一起吃饭吧。赵卫红看向桌上的火石磨，又看向墙角放着的2桶油和挂着的大衣，更加震惊。你这锅碗筷哪里来的？是不是去找大姐了？她本来就不容易。钱是我和大姐平摊的，艾姐夫主动拿的票。本来我只准备买6副，是她非要加一口铁锅。行了，这事儿我心里有数，会把礼还上。赵卫国从口袋里掏出5块钱递给赵卫红，给，拿着防身。哥，我不要哥。看见没？这是我早上用从河里钓的鱼找人换的，桶里是20斤花生油，10斤小磨香油，外加这套大衣，你拿100块钱都休想买得到。哥的日子能过得比你想象的更好。哥，你做这事儿可得小心一点，1次2次还可以，多了可是会被眼红的小人举报。放心，我心里有数。对了，赵建国去县城登报分家了，对我来说这是好事儿，离了他们，我的小日子只会越来越红火。这时刚刚当上计分员的陈玉兰才最后一个赶了回来。就等你了，赶紧过来吃饭，再晚点菜都要凉了。啊，我就不吃吧，这么丰盛。废什么话，你做饭给我吃，我客气了吗？再说你看看我专门做了这么多，2个人能吃得完吗？赶紧进来，别让我出去扯你啊。开动吧，都别客气，否则我就动手为了哈。
三人开始大快朵颐，吃得满头大汗。知青们全都端着碗，伸着脖子看向赵卫国的房间。真小气，也不知道分点儿给我们尝尝味儿。要不你进去看看他吃的啥，刀几筷子。等着，别让我抓住把柄，否则看我怎么举报你们两个乱搞男女关系。撑死了！我这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你下午注意一点，突然接触大油，小心不要闹肚子。闹肚子也划算。那我先回家了。就在赵卫国和妹妹说话的功夫，陈玉兰已经开始主动收拾碗筷，而刚刚回到家的赵卫红上来就遭到太素贞的大声训斥。跑哪里去了？怎么没有直接？还知道回来？有本事你以后干脆就别回来，看看那有没有养你的本事。正好也能让家里省点粮食。今天晚上没有你的饭，有本事继续去那里吃。去就去，我哪怕和二哥一起啃树皮，也不会再回这个家里。现在我就收拾东西。赵卫军也在旁边插嘴，就是老妹连口粮都没有，看她俩日子怎么过活。这个特殊的年代，亲情是唯一的依靠。当妹妹无助的来到身边，赵卫国知道他必须撑起一片天。而在这片看似平静的土地下，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机遇与危险。黄昏，祠堂门口，赵卫国正散步，看到赵卫红背着沉重的铺盖卷，提着竹篓，步履蹒跚的走来。怎么了，老麦？赵卫国接过铺盖卷，赵卫红再也忍不住，扑到他怀里哭泣。二哥，我以后跟着你好不好？当然好了，跟着二哥一起过，咱们兄妹俩一起吃香喝辣。赵卫国看向陈玉兰，有些不好意思。那个玉兰啊，我妹妹这几天可不可以和你挤一下？那咋不行啊？卫红妹子，走，我带你去房子里安顿一下。陈玉兰拉着赵卫红的手，两人一同走向知青住处。赵卫国看着他们的背影，眼神坚定。六爷，我需要您去家里用竹子给我做些东西。也行，咱们走吧。就是想在屋子里搭个竹架子，弄出上下两层，放2张床，再带个小桌案和柜子。哎，明白了，包工包料，加急的话22块钱。行，那就麻烦六爷您了，明天就帮你干完。为了招待明天的木匠六爷，赵卫国决定带黑虎进竹林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打点野味。黑虎兴奋地钻进竹林深处，赵卫国则在竹林外围挖竹笋。黑虎在竹林中穿梭，似乎嗅到了什么，停下脚步。不远处，一群竹鸡正在地上觅食。黑虎压低身子，悄悄绕后，然后猛地扑出，竹鸡四散奔逃。黑虎动作敏捷，爪子挥动，叼住一只，又压倒几只。短暂的混乱后，黑虎身边已经堆起了几只竹鸡。赵卫国通过黑虎的视角看到这一幕，脸上露出笑容。漂亮，够吃了。等下，这变化简直是 SSR 级别啊！从今天起，你叫金虎，这是你大哥黑虎，以后你们就是好兄弟了。刚刚明明我没惹你，为何突然就发动袭击？你抢先狩猎了我爱吃的竹鸡，我可不就是要揍你，抢你！赵卫国听到他们心声的对话，忍俊不禁。黑虎和金虎互相看了看，似乎达成了某种和解。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赵卫国他靠的是他那2只不太寻常的宠物。今天他盯上了一群河边的二师兄，一场硬仗即将打响。就是他们了，13只，5大8小，没有大公猪。好，金虎、黑虎，听我指令，优先小的。金虎、黑虎，别追小的了，试试大的。金虎挠眼睛，黑虎找机会。好，金虎继续，黑虎去缠住那只瞎的。金虎追那只最大的，挠瞎它。黑虎对付大家伙，试试那一招。厉害啊，你们干得漂亮！你们俩在这儿看着，我去借车。这堆硬货得找个大家伙了。四爷，我在河上游打死了8头野猪，您这儿有架子车吗？借我用一下。8头，你一个人1条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架子车我有，可8头野猪的千把斤，你一个人拉不动。这样，我帮你叫竹制厂的人，他们缺油水，正好可以买。四爹，向前啊！这是赵庄的魏国侄子，打了8头野猪，想卖给你们厂。魏国，这是黄厂长，叫大爹。大爹，麻烦您跑一趟了。哈哈，不麻烦，能买到不要票的肉，是我们该谢你。厂里300多号人都快忘了肉味了，快走快走，别让野猪跑了。放心，有我的猫和狗看着呢。猫，你那只我看怎么像豹子老虎，怪不得能打这么多。这猫不对劲啊。代爹，这些肠子你们要吗？有可多了。一样，当然要，这可是好东西。侄子，这猪怎么卖？我留2头，剩下的整猪每斤8毛，不要票，您看怎么样？母猪和小猪8毛，不要票。行，这价公道。代爹，抹个0，就算600块吧。好，那我就占点便宜。
四爷，您喜欢前腿、后腿还是排骨？砍点孝敬您。排骨吧。对了，你那野猪肚100块我买了。呵，魏国，你从哪儿弄的？拉到这儿干啥？八爷、三爹、六爷，我给你们送礼来了。你小子，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憋好屁。说吧，到底想干啥？送礼是真的，不过确实有点小小的要求。您也知道，前几天摔那一跤，磕到后脑勺，现在使点劲儿就疼，估计以后下不了地干重活了。家里又闹翻了，魏红也跟着我。八爷您别急，我养自己和魏红没问题。我今天打这么多野猪，就是想证明我能靠别的法子养活自己，所以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搞副业的名额，我想走一条新的赛道。第二天，赵卫国带着他打到的近300斤野猪，来到了大队部办公室。魏国，你想搞副业，还敢1人担2人份口粮，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八爷，这头猪就是证明我凭打猎能行。行，既然你有这本事，可以加入副业组，但农忙不下地，也得有说法。夏收秋收各交100斤肉，但是鱼肉不算。好，没问题。好，老六，把它划进副业组。对了，这猪我请全大队吃肉，展示本事，赌闲话。这小子上道啊，上道！老三，广播通知，今天猪肉炖土豆，全队领肉。注意了，注意了！今天咱们大队做猪肉炖土豆，全体社员以家庭为单位过来领1碗。这284斤的大野猪是咱们一小队社员赵卫国打的，免费送给大队。经研究决定，赵卫国同志因打猎才能突出，调入副业组。夏收秋收，他承诺各交100斤肉。爸，我没听错吧？老二打的，关你屁事！吃你的肉！哎呦，大嫂，卫国真能耐啊！这么好的儿子，咋就分家了呢？可惜哦。你臭小子，打到猪不给老子留，下工就去找他。对啊，爸，他肯定还藏着肉，咱们去拿。就知道你们会来，想抢门都没有。老二啊，这是你打的吧？对啊。那还等啥？拿回去！你们这是干啥呢？拿肉啊！自家儿子的肉拿点咋了？猪是我打的，但肉我卖给陈知青了。啥？你个狗惹的炮子子，故意的吧？对啊，不过我要是狗惹的炮子子，那你是什么？你要敢碰我一下，信不信我拿点卖肉的钱找人打建国和魏军10下，有的是人乐意干这活。你个死炮子子，不孝啊！自己吃香喝辣，不管我们的死活啊！我咋生了你这个不是东西的玩意儿啊！妈，别哭啊！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想我爸当初那么大家业都败了，我这才哪到哪啊？都能算改邪归正了，至少自食其力，还替你们兜着，把妹妹养了，都是社会好。我这个儿子才没完全学坏。走，丢死人了！70年代，红星生产大队，赵卫国，一个刚跟极品家人分家的穿越者，正享受着分家后的摆烂生活。他利用现代知识搞副业，还拉上老实姑娘陈玉兰当背锅侠，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坦。这天，他骑着新买的凤凰牌自行车，准备出门兜风，顺便看看这时代的风景。让一下！前方的人影闻声回头，赵卫国猛地刹车，自行车后轮扬起一点又落下。秦谦，对面一个穿着朴素但难掩秀美气质的瓜子脸姑娘也愣住了，她大大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难以置信，随即涌上复杂的情绪。卫国，你挺好的吧？本来过得不怎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最近分家，日子反而越过越好。你这是回家看看吗？上来，我送你一段吧。那就好。怎么了？走，去那边坐坐。赵卫国和汤晴晴来到板栗林背后的一个小山坡，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坐下。汤晴晴还在默默流泪。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年不节的回老家？好好说，哭哭唧唧干什么？当初我嫁到城里不是攀高枝，是俺爸病了，家里没钱看病。有个远房表姨说，城里有个工人想娶农村漂亮的，愿意出200块彩礼。俺妈哭着求我嫁了，可那边人张强他根本不能。结婚那天就分房睡，后来一直上夜班不回来，街坊邻居都说闲话，问我肚子怎么没动静。婆婆一开始帮我瞒着，后来实在瞒不住了，才跟我说了实话。那200块钱彩礼，还有平时帮衬娘家，都是给我的委屈费，还给我找了工作算补偿。可时间久了，大家总会回过味儿，生不出孩子又不离婚，肯定不是我的问题。于是他们让我宁死不从。
这次回娘家，是他们看我态度坚决，换了个方法，说别管是谁的，赶紧想办法借一个，保住他们家的脸面。他们家还有2个出嫁的女儿，也在争取再怀一个，想躲到乡下来养胎，到时候抱回去当亲孙子。对外说我生的双胞胎，说我知道，无论是我还是孩子，下场都不会好。汤晴晴，一个被200块彩礼和100来块贴补压垮的淳朴女人，在婆家受尽欺凌，甚至被逼做那龌龊事。重生而来的赵卫国绝不能让她重蹈覆辙。他决定带她回县城，撕开那一家人的伪善面具，为她讨回公道。院内，汤晴晴婆家一家人正围坐在一起，气氛凝重。汤晴晴推门而入，赵卫国紧随其后。婆婆和老公公露出诧异和不悦的表情。你怎么又回来了？他是谁？我是秦晋的表哥，他把你们家的糟烂龌龊事儿全都一五一十的说了。怎么，你们以为我们清白人家会跟你们一起干这种败坏门风的恶心事儿？婆家5人脸色骤变，凶相毕露的瞪着赵卫国和汤晴晴。汤晴晴丈夫吓得面色发白。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们家的事儿，谁让你大着嘴巴往外说？再骂一句，信不信我现在就带秦秦去找工会，找妇联，把你们家这些事儿全部抖出来，到时候看看你们全家会不会挂牌子游街，送到农场住牛棚劳改。嗨，大侄子，先进去喝口水，都是一家人，咱们有话屋里慢慢说。少跟我套近乎，你们家从房子到人，我都嫌脏，不想沾。今天我跟秦秦过来，就是要跟你们划清界限，另外也要为秦秦受的恶心和委屈，找你们家要个说法。那你直接说条件吧。给，这是你们动不动拿来威胁秦秦的200块彩礼，外加逢年过节让秦秦拿回娘家的136块贴补钱，一分不少。现在咱们算算秦秦在你们家受的委屈。首先，明明是你自己不行，还好意思害秦秦嫁过来，背上不能生的坏名声，外面骂得多难听，秦秦受了多少气，你们心里没数吗？说实话，换我这暴脾气，直接就……您看给个什么补偿，能抵上秦秦这2年来受的委屈？秦秦现在棉纺厂那份工作，就算他受这2年气的窝囊废了，受点气就值这么多钱，你知不知道？为了把他的户口从农村转到县城，成为正式工，我们家搭了多少人情，还花了整整2000块钱。早知道这样，我们直接掏钱买个丫头自己养，也费不了这么大代价。那行，我现在就去找工会和妇联的领导来跟你谈。别，有话好好说，就按你说的条件办。当家的你不说话，没有人当你是哑巴。好，剩下的就是秦倩，被你们弄得平白无故成了2婚，以后恐怕再难嫁个正经的好男人。这个事实，就算把你们杀了也改变不了，那就掏一笔钱作为补偿吧，不多要，就按彩礼的10倍，给个2000做他以后的陪嫁。再重申最后一遍，我不是跟你们打商量，而是通知拿补偿。对了，整件事的是非对错，我要写成白纸黑字，你们全都签名按手印，同意就立马照我说的去办，反对咱们就按自己的来。现在我问你，到底同意不同意？同意。魏国，怎么又打到什么猎物了？进来坐。对了，你身后这个小姑娘是？代爹，您先别忙，我们2个都不渴。现在来找您是这样一个情况，她是我的初中同学，好朋友，叫汤琴倩。2年前为了给父亲治病，嫁去了县城。那你们找我是？您看，发生了这样的事，秦秦肯定不适合待在县城棉纺厂，毕竟有些流言蜚语，不杀人也能膈应死人。所以我就想拿这个名额换一份咱们公社的工作，可是我又不认识其他人，希望您能帮忙牵线搭桥一下。黄向前听完顿时笑了，你这可是给我送来一个大人情啊！带城市户口的县城工作，换一份咱们公社的工作，还不让人打破头。你们等我打个电话。喂，老廖，情况是这样的，你家红梅快毕业了，不是准备顶马大姐的杠吗？趁着这个机会直接进县城怎么样？到时候也方便找个城里的婆家，总比待在咱们公社上要好吧？当然，马大姐的工作是供销社售货源，从岗位上来说，要比棉纺厂工人好，你们自己看着考虑一下。行，等你们在家商量好，明天早上到我这里谈吧。黄向前放下电话，看向赵卫国和汤晴晴。这个事情应该会大差不差，对方是公社副主任，爱人马大姐在供销社做售货员，正好到退休年龄了，即使算上县城里的城市户口，这个工作也不比棉纺厂的差了。谢谢大爹，要不是您，我们2眼一抹黑，哪有这么好的路子？既然你也叫我一声大爹，总不能让你小子白叫。以后要是打到什么业务之类，多想着我们竹制厂就行了，不一定非是野猪缴猎物，我们这边也需要。代爹，您放心，以后无论弄到什么猎物，保证让您先挑。
晴晴，你这2天可以找找有没有合适的房子。咱们供销社的女同志都成家了，单身宿舍住着几个男同志，你住不合适。马大娘带着汤晴晴和赵卫国去看房子，那可真是巧了，咱们粮管所的主任也是我堂哥，去年在退休之后，老两口被儿子接着去地区享福了。真的谢谢大娘您了。放心，晴晴是个勤快人，保证帮您把房子打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这是10斤大白兔奶糖，等到上班你带上2斤给马大娘。这里面的药丸是给你滋养身体的，每天1粒，记得睡前服下。这是100斤全国粮票，20块钱。你明天带上2斤大白兔奶糖回娘家看看，离婚和工作调动的事儿也可以说一下。这块手表你也带着，方便看时间。它不准，你可以在县城买东西的时候找个钟表对一下。赵卫国骑车回到家，看到一个看起来带点熟悉的老婆子坐在门口台阶上。是卫国侄子吧？我是你大老爷家的三姨啊，小时候我还抱过你，你都忘了。赵卫国听到这话，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脑海中闪过前世的痛苦回忆。好家伙，这三姨是来催债的吧？上辈子就是他和那个谁把我卖了，这阴魂不散的，准没好事儿。赵卫国看着三姨，眼神复杂，带着一丝警惕。赵卫国站在门口，面色冷淡。蔡素花带着一丝讨好的笑容走上前：“卫国啊，三姨来看你了，姐妹，不请我进去坐坐。”坐，您现在可不算我三姨。再说了，您家有好事儿，连我妈都想不到，还能想到我？哎呀，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怎么还记着？我这次来可是专门跟你说媳妇儿，像你这种要啥没啥的，要不是咱们是自己人，就算傻的瞎的，我也不会帮你说，根本犯不着。这种好事儿您还是留给自家儿子吧，千万别想到我。好心当成驴肝肺，你这种不识好歹的东西，等着打一辈子光棍吧。蔡素花骂完，转身想跑。祠堂屋顶，金虎一跃而下，他的一猫拳打在蔡素花脸上，蔡素花惨叫一声，跌坐地上。另一边，黑虎冲出来，龇牙咧嘴的作势要赢。妈呀！赵卫国看着蔡素花逃跑的背影，长出了一口气。惩罚了恶婆子，赵卫国心里痛快了不少，但更重要的是还在等着他。他想起前世的好兄弟徐铁，那个因为投机倒把被抓，错过了人生重要时刻的铁子。第二天一早，赵卫国在山路上快速前行，他必须赶在徐铁去县城之前，提醒他躲过这一劫。赵卫国赶到徐铁家门口，看到徐铁正在处理一只赤麂。铁子，铁子，卫国，你怎么现在来了？我听别人说你现在分家单过了，正准备明天去一趟县里，顺路过去看看你，给你带点东西。看，这只50多斤的赤麂是我在山里打的，漂亮吧？明天别去县里。据我得到的消息，你常去的那座黑市已经被盯上了，最近就会有行动。要是你被抓，这个家恐怕就完了。这个事儿以后还是别再干了吧。要是不倒腾山货，我拿什么养这个家？你嫂子可是快要生了，家里马上就要多出一个张嘴吃饭的娃娃。放心，哥们已经趟出了一条路子。咱们公社的竹制厂你知道吧？我和厂长认识，以后只要你在山里收的肉，都可以由他们吃下。人家几百号职工，平均每天收个110斤的肉，轻轻松松就能消化。姐啊，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路子，哪怕比黑市少挣点，能保证安全，也很划算啊。清晨，赵卫国和徐铁背着竹篓，手持装备，金虎和黑虎跟在身后。正好，我看你带来弹弓和弓箭，看起来很不一般，从哪儿弄的？什么时候学会了射箭？机缘巧合学的。赵卫国指向不远处走来的金虎和黑虎。看，这是我的哼哈二将，打猎可厉害了，不像你，纯就是2把刀。今天让你开开眼，长长见识。金虎走近，徐铁看到金虎，表情呆滞。哥，这该不会是一只豹子吧？对我来说，金虎是只猫，实际上它也确实是只变异的金猫，也就是咱们说的黄虎、乌云豹。真干起来，估计山里的金钱豹也要被打跑。你牛掰，那我今天就看看它到底有没有你说的这么厉害。两人在山林中前行，金虎和黑虎在前方探路。黑虎突然浑身肌肉一绷，发出低吼，金虎也毛发一炸，一只梅花鹿惊慌失措地冲出，身后跟着一群狼。梅花鹿，而且头上有绒。伴随一声凄厉嚎叫，狼群出现。赵卫国连续射出2箭，2只狼应声倒下，箭矢从眼中射入。金虎和黑虎配合，将梅花鹿按倒在地。你该不是想把梅花鹿活捉，然后养起来吧？不，需要养梅花鹿的是你不是我。鹿茸现在收购价格很高，养起来比直接杀了划算多了。两人将梅花鹿双脚绑住，准备抬下山。黑虎叼来3只被射死的狼。不错，这种没有破损的完整狼皮，一张怎么说也要10几块。狼肉不好卖，大不了给金虎、黑虎做口粮，先破肚，避免他们臭糖。两人继续前行，黑虎和金虎发出警告性的吼叫。能让金虎和黑虎同时这么紧张，说明对方实力不低。铁子，金虎和黑虎发现有什么大家伙在咱们的身后跟着，先停一下，你和梅花鹿暂且在这等着，让我带着金虎和黑虎去会一会他。赵卫国带着金虎和黑虎朝某个方向走去。借助金虎和黑虎的视角，赵卫国看到一道身影，
卧槽，鱼头狼，这玩意儿竟然真的存在，抓活的，不行，宁可放了它。黑虎追击，金虎凭借速度优势提前绕到前方，躲在树上。鱼头狼被黑虎驱赶，金虎从天而降，将其扑倒，咬住脖颈。黑虎随后压上，咬住小腿。鱼头狼挣扎，但力量不足。赵卫国赶到，拿出宠物控制手环，对准鱼头狼头部，释放精神控制波。1分钟后，赵卫国给驴头狼喂下初级启灵药剂。对了，你有没有见过自己的同类？数量多不多？驴头狼传递来一幅精神画面，山洞里有一只快要生产的老婆。驴头狼传递信息，附近来了一大群野狼，有狼王，获获了不少动物。他才饿得想抢食。不好，铁子有危险！山林中，赵卫国和徐铁正与一群野狼周旋，驴头狼和黑虎在旁协助。狼王体型巨大，凶狠异常，经历一番苦战，才最终将狼王拿下。赵卫国提起狼王的尸体，走向处理胳膊上伤势的徐铁。怎么样？幸亏金虎赶到的非常及时，否则我已经被狼给咬死。今天你只能给我收尸。谁敢想，山里居然会聚集这么大一群狼？没办法，居然出了头狼王，正常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别说这群狼虽然实力不行，胆小怕死，但报复心真的像老话说的一样强。对了，你被咬的胳膊没有什么大碍吧？只是小伤，毕竟穿着厚袄子。狼咬的虽然狠，但伤口并不深。先把伤口好好洗一下，谁知道狼牙上有没有携带什么细菌、病菌？说完，赵卫国熟练地处理着狼尸和梅花鹿，然后和徐铁背着狼皮狼肉，抬着梅花鹿回到徐家。大哥，卫国哥。看你卫国哥和他的金虎、黑虎牛不牛逼？不但打死这么狼，还活捉了一只马上就能割绒的梅花鹿。以后卫国打猎吃香喝辣，咱们也能沾沾光。快找小刀把狼皮再好好清理一下，揉至晾晒一下。赵卫国回到家，天色已晚，他开始处理猎物，准备做饭。赵卫红闻到香味跑过来。这2天我因为有事没在家，那小野猪的肉你们怎么没有吃啊？玉兰，不好意思，你和二哥客气什么？天天吃肉，容易惹来风言风语。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哥，像这些肉怎么能拿去卖了？还是卖了吧，换大米白面吃，只要能吃饱，那也很好啊。放心吧，你二哥我又不傻，既然敢明着这样做，自然不怕。有车子，回得早，就去看书做作业吧。伴随着钟响，知青们下工回来，胡刚走在前面。嚯，某些人又在炖肉了，同志们啊，知不知道这叫啥？这叫资本主义奢侈享乐风啊！谁没有管住裤裆，露出来东西？你臭嘴这么臭，在骂谁？谁嘴贱我就骂谁。怎么，我批评你，你还不服气？自己犯了错，还听不得群众的意见？我看你需要好好接受一下劳动教育和思想改造。少给劳资扣帽子，凭你恐怕还不够格。行，咱们就把支书、大队长他们叫来评评理。要是你还是不服的话，直接开社员大会。赵卫红从房间里跑出来，面色苍白。好，开大会就开大会，谁怕谁？张国焘，去隔壁叫支书和大队长他们，把这事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向他们说一遍，让他们把社员们叫来，一起评评意见，看看我和赵卫国到底是谁对谁错。好，我支持你，一起和歪风邪气抗争到底。相信二哥，我又不傻，会把这么大一个把柄，在你已经提醒的情况下，明晃晃的留给他。赵卫红愣住，若有所思。傍晚，夕阳西下，赵庄的道场上渐渐聚集了人群，社员们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脸上带着好奇和一丝兴奋。目睹这一切的赵卫军满头大汗的跑回家。妈，听到了吗？赵卫国因为吃肉被知青给批评了，活该！自己天天吃香喝辣，一点都不想着爹妈。总算有人看不过去了，要收拾他。待会儿叫着你爹和你大哥，咱们一起去帮那个知青批评你哥。好，只要咱们收拾掉赵卫国，看卫红还能神气什么？知青点门口，陈玉兰一脸担忧地看着赵卫国。卫国哥，待会儿你准备怎么说？先吃饭。赵卫国虽然嘴上不说，但眼神里透露着自信。安静，都给我安静！你们俩谁先说？我。那你先说吧。赵庄社员们，我是知青班长胡刚。前天赵卫国猎到的野猪，我也尝了肉，但正因如此，才更该指出他的错。面对批评，他不仅不认错，反而口出秽言，这种态度必须严厉批判。理不辩不明，你一开口就摆知青班长的架子，这是官僚主义，连我犯啥错都不说，就先扣帽子定罪，你当自己是旧时代的专制官僚吗？胡刚脸色瞬间变猪肝色，额头冒汗。你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我是不是血口喷人？大家心里都清楚。你开口就提知青班长，哪个大领导会炫耀职位，定我罪却不说犯啥事？这不是专制独裁是什么？你真以为能随便给人泼脏水？胡刚满头大汗，讷讷无言。好，你无话可说，就是承认了这些错。你的思想路线问题，待会儿再清算，但我仍给你机会质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赵卫国才住禁制清点几天，就吃了4、5顿肉，眼下多数社员还饿肚子，他这资产阶级奢侈风必须狠批。
说得对，我们作证，赵卫国带赵卫红顿顿吃肉，根本不管我们死活，这种行为必须严惩。魏军说的对，还有那个姓陈的知青，竟给我家那混小子打掩护，硬说打猎的肉都被女知青买走了，不让我和他爸拿，该把姓陈的一起批斗。只见赵卫国表情平静，不见丝毫慌乱。胡知青，我和妹妹只剩一人口粮，不靠国家集体打猎求生有啥错？你不让吃是想饿死我们？赵卫国说完，有看向蔡素贞：“你们把我撵出门，连口粮都是我公分换的。当初我带伤给大嫂抓鱼，差点送命。魏红被赶出来时，你们给过一口吃的吗？现在想抢肉吃，还好意思说我们不管死活？胡知青，我打猎养活妹妹有啥错？你管这叫资产阶级奢侈风？难道在你眼里，饿死人才算对吗？”胡刚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嘴唇颤抖，说不出话。没话说了，请支书和大队长把今天的事写成材料上报。我赵卫国行的正，坐得端，做的事都敢认，你们敢说问心无愧吗？爸妈老弟，那就看材料交上去，到底谁对谁错？蔡素贞、赵承宗、赵卫军听见赵卫国的话，顿时瘫软在地。赵建国上前：“老二啊，咱们可是亲骨肉，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爸妈和你老弟是一时糊涂，可你就没半分错处吗？难道真要把自家人往绝路上逼？”道场中央，气氛有些凝重。赵建国站在人群前，神情激动。反观赵卫国，面对赵建国的指责，他神情平静，嘴角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大哥，听你对我的指责是不相信上，即使如实上报，也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置。所以无论爹妈兄弟犯了什么错，都不能帮他们指出来，而是要隐瞒、包庇、纵容，个人利益大于国家和集体。赵建国脸色一变，意识到自己引火烧身，赶紧辩解。我可没有这么说，你别胡说八道，我相信上头。刚刚是我不会说话，让大家误解了。支书赵继业见状，赶紧站出来。关于今天晚上知青胡刚和社员赵卫国争辩的事儿，我会上报公社，看上面的领导具体怎么处理。至于蔡素贞、赵承宗和赵卫军，以后生产大队挑大粪和结实堆肥的事儿就交给你们，可以晚上睡晚点，早上起早点儿把他们干完，并且全部不计入工分。蔡素贞、赵承宗和赵卫军三人面色难看，不敢反驳。赵卫国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讥笑。河边，黄道光正悠闲地钓着鱼，赵卫国带着金虎和黑虎走过来。又来钓鱼，2天不见忙啥了？四爷，我进副业队当猎户了。前儿跟兄弟进深山，活捉了头快哥陆荣的公鹿，想养着收容。这想法好，鹿茸出口紧俏，收购价高，东北都在搞人工鹿场了。那鹿是狼群追的猎物，我杀了3只狼才救下它。后来发现这狼群出了狼王，吞并好几伙，手下20多只狼。那天黑虎、金虎察觉有猛兽跟踪，我带他们去看，竟是头驴头狼。驴头狼，公母打着没？像是公的，没打着。当时狼王带狼群来报仇，兄弟开枪示警，我得赶回去救他，不然就被狼咬死了。可惜，要是打到公驴头狼，交给我，能在大城市给你安排顶好的工作。公驴头狼有啥特别？你想的没错，驴头狼名字不白来，它融合驴和狼的长处。驴皮熬阿胶滋阴补阳，狼性属阳，血肉都有滋补功效。驴头狼的宝皮肉在这方面更是加倍，特别补。那外界怎么没有流出相关的传说？废话，驴头狼太稀罕了，消息要是传开，底下人早藏起来了，哪轮得到上面？我告诉你这些，是让你带金虎、黑虎在进山找找，看能不能打下那头公驴头狼。近3年明面上只打死过一公一母2只，现在稀缺的很。你要是能打到，我给你安排供销社的工作，再加8000块收购，保你以后吃喝不愁。阳光穿过竹叶，斑驳地洒在地面。赵卫国站在一片竹林边缘，神情悠闲。不远处，金虎和黑虎正灵活地穿梭在林间。我的金虎和黑虎可是我实现高级摆烂的得力助手，没有他们，我这躺平大业可就难了。金虎叼着一只大公鸡，小心翼翼地挂在树枝上，然后藏匿在树冠中。一条金黑相间的巨蛇快速接近，机关蛇跃起，咬向大公鸡。金虎猛然扑出，机关蛇应声落地，抽搐几下不动了。金虎优雅地走向机关蛇尸体，搞定！这波操作简直是躺赢的典范。金虎叼着机关蛇尸体来到一棵倒地的枯木旁，另一条体型更大的机关蛇出现，母机关蛇冲向金虎，金虎快速闪避，一爪拍在母机关蛇头上，母机关蛇也倒地不动。快看看树下面有没有蛇卵，这可是投资啊，52枚，发了！这下摆烂资本又厚实了不少。等一下，我亲自去一趟，这可是未来的躺平保障。赵卫国提着自行车走过渡桥，和正在钓鱼的黄道光打了个招呼。四爷，你快看，金虎打到了什么？一条机关蛇。什么机关蛇？快给我看看！黄道光激动地拿起竹篓里的机关蛇尸体。真的？
真的是机关蛇，可惜是母的。母的怎么了？母的也能变现啊，而且功德留着，以后搞事情也方便解释。好，算你立了一大功。想要什么岗位，尽管和我开口，哪怕就是去首都友谊商店，再弄个那里的户口都不是问题。首都友谊商店，那不是内卷中心吗？我的目标是摆烂，可不是卷王。算了吧，四爷，我这个人特别恋家，就想找个清闲待遇好，不用往外跑，还没有人管束的自在工作。反正我肯定是不喜欢伺候什么领导。你呀，该说不说，你的运气还真好。嘿嘿，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主要是我的摆烂哲学指引着我。咱们公社正好位于要道，交通便利，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招待所，为供销总社下辖的往来货车提供服务。我可以让你当所长，并且自己决定1个正式工和2个临时工的招聘，只会给你派来会计。招待所所长，清闲，待遇好，没人管束，这不就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摆烂岗位吗？这波操作简直是赢妈了！赵卫国脸上堆满笑容，谢谢四爷，这工作简直太适合我了。要是只给你安排个咱们这儿的岗位，怎么能配得上机关蛇这价值百万的功劳？说出去我也丢不起那个人，反正这属于公对公，不是我在徇私情。真的，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惊喜。那行，我把机关蛇留下，等您老的消息了。接下来几天风平浪静，赵卫国已想好正式工和临时工人选，照常打猎，给大姐送野猪肉，每天给汤晴晴炖好吃的，日子充实平静。3天后，一辆吉普车来到了赵庄村委会。村支书赵继业面色复杂地叫住了正要回家的赵卫国。卫国，有几个供销社的领导找你。赵卫国眼中闪过一丝了然，快速来到了大队部。一个中年胖子面带笑容主动迎了上来。嗨，果然不愧是被黄老看中的年轻俊彦。领导您好，我是赵卫国，向您报道。我是供销总社处长蒋顺成，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体系的一员大将了。这是任命书，以后你就是第37招待所的所长，行政19级股级干部，月薪加补贴一共118元。总社会划拨3万经费建设含办公区、食堂、澡堂等设施的招待所，配备会计小李，另可招录1名行政26级正式工，月薪48元。及2名临时工，月薪25元，人选由你自己决定。接下来2天，我会帮你协调好建设招待所的全部物资，你要招的人最好也在这个时间内确定下来。行，我现在就去解决这个问题。赵卫国骑着自行车来到徐铁家院子，徐铁、徐丽兄妹正在院中闲聊。铁子，手上的伤好的怎么样？早就好透了。卫国，是这样，由于某些原因，我现在有1个供销社下设招待所正式工名额，外加2个临时工名额，我想把正式工给你，2个临时工给徐丽和大姐。真的，卫国哥，这可真是铁饭碗啊！卫国哥，谢谢你。将消息告知徐铁兄妹后，赵卫国又马不停蹄地来到大姐赵建芬家中。大姐，给你找了个临时工岗，我刚当上供销总社下属招待所所长，负责招待过路司机。你这临时工月薪25元，还有福利，待遇比公社不少正式工都好呢。什么？老二，真是谢谢你，这个岗位对我的意义太大了。大姐，哭什么？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对了，要是你婆家或者我们那边有谁让你把岗位让出去，全都往我身上推，就说我只认你一个，谁要不服，尽管过来找我。忙碌一天的赵卫国回到家中，刚准备休息，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门外站着女知青谢瑞芳，她只穿着单薄的衣服，领口散开，显得十分虚弱和不安。赵同志，我今天很不舒服，胸口很闷，都快要喘不上气来了。你帮我检查检查，看看咋回事吧。谢瑞芳说着，身体摇晃，竟朝着赵卫国倒来。知青谢瑞芳为了这个机会不惜一切，甚至对供销社招待所所长赵卫国使出了美人计。然而面对女知青的主动，赵卫国却迅速闪身，谢瑞芳扑空，重重摔倒在地，发出一声痛呼。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居然有勇气对我使用美人计。如果当年王允用来考验吕布的不是貂蝉，而是你，哪个吕布经不起这样的考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远点！别管你今天碰不碰我，都必须把招工名额给我一个，否则我现在就大喊大叫，说你非礼我，想对我那个。你该不会以为自己随便诬陷，别人就肯定会相信吧？瞪大你的眼睛，这里是我住的房间，你现在的样子，明显是你主动来找我。被识破的谢瑞芳哑口无言，脸色惨白地蹲在地上。对不起，我错了，饶过我吧，我也不是真的想害你，只是想求你把一个招工名额给我。行吧，我也不太为难你，自己写个认错悔过书吧，把事情起因和经过全都完完全本、真真实实的写下来。我可不想你听了我的话，堵住自己的漏洞，再对着我来一茬，到时候我真的10张嘴都未必说得清了。不写，说明你心里真的打算像我说的这么做。那我现在就喊人过来。赵卫国拿出纸笔，
谢瑞芳颤抖着写下认错悔过书，签名按手印。走，现在和我去见支书和大队长他们吧。为了招工名额，居然不知廉耻的使出这种手段污蔑我，像你这种人不处理，简直不足以平民愤。赵卫国，你说话不算话，我和你拼了！支书出事了。赵卫国将悔过书递给赵继业，赵继业看完脸色铁青，简直是胡闹。卫国，你准备怎么处理？上报给县里的知青办吧。无论如何，谢瑞芳都不能再在我们这里继续留下了。剩下的看知青办准备怎么处罚吧。赵继业点头，拿起了电话。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大队会议室里摆着一张桌子，短发女人和另外2人坐在桌后，门口正对着摆着一张孤零零的椅子。赵卫国走进门，看到椅子，眉头一皱，他将椅子提到房间左侧坐下。干什么？谁让你动椅子的？张嘴之前想好了再和我说话，记住了，我可不是知青，并不受到你们知青办的管理。你敢？悔过书必须交我！你一供销总是员工，为何住知青点？谢瑞芳是抛开不谈，你身上没问题。近期3起知青事件都与你有关，苍蝇不叮无缝蛋。你和陈玉兰关系过密，我为何不能调查？给你脸了？谁无组织无纪律？要叫我上司蒋顺成副处长来看看你的威风吗？我配合调查已是守纪律。你管辖的知青用美人计腐蚀干部，你们思想教育在哪？这岳大队3起知青犯错，你们反思过吗？官僚主义还耍官威？我会把谢瑞芳悔过书逐级上报。首先，你这条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意思是有谁受害了，都是他自己的错，对吧？你胡说，我没有。按你这道理，就是受害者有错，怕是你欺下媚上，对下一套对上一套吧。今天对话我都会写入报告。知青点是赵庄集体财产，借助是情谊，你还想鸠占鹊巢？我当时没防，难道该冻死在外？你思想问题才严重，好自为之吧。赵卫国、赵卫红和陈玉兰正在吃晚饭，赵成斌的老婆走了进来，满脸堆笑。哎呀，卫国啊，吃饭呐！我今儿来啊，是给你卫国哥说个事儿。六妈，你有事就说。我有个外甥女儿，18大姑娘，模样俊，干活一把好手，知根知底。你马上当干部了，身边的有人疼啊。老话说，先成家后立业，要不咱安排见个面。哎，六妈您坐。六妈，您那外甥女儿有我们玉兰姐好看，有文化吗？赵成斌老婆脸色一僵，急忙说道：那啥，我家锅里碗还没洗，我先回去了。赵成斌老婆匆匆离开，接下来一个接一个的村里嫂子、妈娘、婆奶轮番上门，祠堂门口仿佛排起了队。赵卫国苦笑连连，还好支书赵继业赶来，将媒婆们都打发走了。外面的老娘们我都给你打发了。卫国啊，有决定了赶紧办了，不然你别想清静，全大队都跟着不安。支书赵继业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陈玉兰，赵卫国知道不能再让误会继续下去了。八爷，您误会了。其实我昨天去找徐铁，就是说这事儿。作为好兄弟，我和铁子准备亲上加亲，让他成为我的7兄弟。赵卫红和支书赵继业脸上都露出惊讶，陈玉兰猛地抬头，脸色煞白。明天我就把徐丽接过来领证，顺便先办个简单的酒席，请您和向前大爹过来做个见证。陈玉兰手里的碗滑落，摔碎在地，哭着跑出了祠堂。支书赵继业无奈地摇摇头，背着手往外走。哎，这叫什么事儿啊？多去跟人解释解释了。二哥，你干嘛打我？谁让你擅作主张的？搞劈叉了吧？看你以后怎么和玉兰做闺蜜，搞得我日后见面也尴尬。结婚这天，赵卫国家中非常热闹。突然，大门被砰的一声推开，蔡素贞怒气冲冲地冲进来，身后跟着赵承宗、赵建国和赵卫军。草啊！你个臭小子，结婚居然都不通知你爸和我，反倒是找外人一起吃吃喝喝。出去！蔡素贞，你们这个时候来闹什么？支书，八爹，平时我肯定给你面子，但这小子做的事像话吗？自己大鱼大肉，看我们吃糠腌菜，结婚都不吱声，还是公社干部。妈，你和俺爸他们这个时候跑来闹，像个什么话？蔡素贞猛地甩手，推了赵建芬一个踉跄。他给了你啥好处？这么护着，是把工作名额给你了吧？要丁点就该给建国和魏军俩兄弟，哪有姑娘带娘家抢名额的道理？够了，上次的教训好不够让你们老实是吧？今天你们过来闹事儿，不就是想逼我拿出手里的工作名额吗？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工作名额我是不会给你们的。老二，不要怪你妈，现在你混得这么好，拉你大哥一把。别管怎么说，他都是你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啊！是，以前因为我和你妈的偏心产生了很多矛盾，可你有没有想想，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们如果再敢再闹事，我会联系地方部门教育责问。若影响到卫国同志的工作和招待所运行，便是所碍国家建设，定会严厉打击。蒋顺成气势十足，赵承宗和蔡素贞被训得像2只蔫了的茄子。赵建国这时站了出来：我爹妈身体不好，养老问题咋解决？
小蒋，既然赵卫国同志的爹妈身体不好，需要养老，可以送去南方的小岛，不仅气候温暖，风景还特别好，很养人。自力更生的同时，顺便还能帮国家做一份贡献。要是海上来了敌人，可以发出信号进行预警，想必就算遇到了光头佬那边的士兵，也不会为难两个老人。年轻人或许耐不住岛上的寂寞，对于老人来说，这就是送过去享福啊。胡说八道！我的身体现在还好得很，队里几个70、80岁的长辈都还天天下地，我和你妈现在就开始养老，传出去像什么话？赵承宗和蔡素贞脸色惨绿，浑身哆嗦，忍不住瞪了赵建国一眼。蔡素贞也冲上去拧赵建国的耳。死臭小子！你娘！我今年才48，每天都还洗衣做饭，伺候你们一家。看着这一家人在这里闹腾，赵继业看不下去了，再次发话。行了，闹够了吧？别在这里继续丢人现眼了，赶紧给我滚回家！要是实在感觉自己有力气没有地方使，就全部给我去其他小队帮忙清理茅寺和粪坑。赵承宗拉着蔡素贞灰溜溜的往外走，赵建国和赵卫军也跟着走了。走，先回家，再好好收拾老大。送走黄道光等人后，徐丽、赵建芬、赵卫红、陈玉兰开始收拾。张自豪拉着赵卫国走到门外。感谢的话，我就不和你多说了，这是我和你姐的心意，别推辞，收下吧。和你给你姐的工作岗位相比，真的不算啥。张自豪将一个红包塞进赵卫国的衣服口袋。长兄如父，长姐如母。说实话，我本来就是大姐带大，从来也没有客气过。红包我收下，咱们之间有些话就不用多说了。清晨，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房间。徐丽醒来，温柔地看着赵卫国。看到赵卫国醒来，徐丽为赵卫国打来了洗脸水。有个贤惠老婆就是不一样啊。赵卫国脑海中出现系统界面，新婚大礼包，看看系统这次要给我什么惊喜。金钱、情比金坚、永结同心大金币。物资：岛屿式空间庄园1座，豪华游艇1艘，豪华轿车2辆，豪华房车1辆，改装皮卡1辆，拖拉机等各类特种车辆若干，特殊养殖场1座，延寿丹1瓶。技能：龙凤和鸣，自由属性点36。延寿丹也不错，虽然我用不到，但以后说不定有用。这个龙凤和鸣技能，系统你是懂我的。丽丽，你在家好好休息，我出去转转。好，哥哥慢走。赵卫国去招待所那边溜达了一圈，和蒋顺成来到一处偏僻的地方。资金都到位了，建设物资今天也到，明天我就回京城了，这边就交给你了，有事随时电话沟通。对了，黄老那边平时没事要多去看望，毕竟他年龄大了，还要照顾老娘，也没有几个晚辈真正待在身边。放心吧，领导，就算你不专门叮嘱，这些我也会去做。怎么说，黄道光也是赵卫国真正的靠山。昨天甚至开口把赵承宗、蔡素贞他们2个吓了一跳。老实滚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赵卫国都要把黄道光好好伺候着。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翌日，郝敏带着纠察队员气势汹汹地走进来，赵继业等大队干部脸色阴沉地跟在后面，赵卫国和徐丽站在一旁，表情平静。郝敏扫视一圈，眼神充满挑衅。赵卫国、徐丽，我们接到匿名举报，说你们2个没到结婚年龄就私自到婚礼同居，是不知道这叫乱搞男女关系，何能把他们拉出去，挂上破鞋邮件，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等等，谁告诉你们我们没到结婚年龄？你们纠察队办案不调查清楚就抓人，不怕闹笑话吗？赵卫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封皮的东西，好好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这是什么。郝敏愣住，低头看向手中的东西。他打开红色封皮，露出里面的结婚证，上面写着赵卫国和徐丽的名字、性别、年龄。怎么会这样？高秀文不是说你们还没到年龄吗？郝敏的表情从嚣张转为错愕，随即又变成恼怒。他狠狠瞪了赵卫国一眼，似乎想找台阶下，准备撤离。想走没那么容易。赵卫国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一个奇特的闪着微光的真话仪，他对着郝敏的方向轻轻一按，装置发出一道肉眼几乎不可见的波纹。郝敏身体一僵，眼神变得有些迷茫，仿佛被某种力量控制。幸好的，咱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上次就专门找我茬，这次又想方设法安插眼线，对我打击报复，一副不弄死我誓不罢休的样子。我到底怎么得罪你了？今天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说法。赵继文等大队干部面面相觑，觉得赵卫国这话问得太天真，谁会承认这种事？然而郝敏在真话仪的作用下，无法控制自己的嘴了，他的表情痛苦挣扎，但嘴里却开始说出连他自己都震惊的话。你想不通，你当然想不通。一个女孩为了更好的未来，强忍着恶心出卖灵魂，她需要多大的勇气，多大的牺牲？要不是不想在这农村的泥巴粪坑里耗尽青春，谁会对自己这么狠？祠堂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郝敏。你倒好，别人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你不仅没有半点怜悯，反倒把他往死路上逼，让这事彻底公开。
坏掉一个清白女孩最重要的名声，你清高，那为什么招待所的名额一个给了你姐，一个给了你的徐丽，一个给了你的大舅哥？有哪个真正正直的人会像你这样任人唯亲？难道不应该避嫌，让给更有需要的人吗？郝敏的情绪越来越失控，仿佛将内心深处所有扭曲的愤恨都倾泻而出。他的眼神从迷茫变得锐利，但话语依然不受控制地流出。我和你们这些人，我和谢瑞芳的事，就像看到了我自己。要是当初我也遇到你这种人，我该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白白牺牲，我不能让你们这些人好过。郝敏说完，身体一软，仿佛力气被抽干。纠察队员和赵继文等大队干部都惊呆了，完全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真相。赵卫国收起真话仪，表情复杂地看着郝敏，徐丽则紧紧握住了赵卫国的手。祠堂内只剩下郝敏痛苦挣扎的喘息声，以及众人震惊的目光。郝敏趾高气昂地站在他面前，眼神轻蔑地看着他。怎么着？看你这副表情还挺感同身受，难道你也干过这种事儿？我可没那种本事，倒是你，郝领导，听你这话，莫非是经验之谈？对，我就是，当年我也是知青，就算告诉你又怎么样？你以为凭你几句话就能奈我何？空口无凭，哼！郝敏说完，仿佛发泄一般，转身高傲地离开。赵卫国看着他的背影，眼神深邃。赵卫国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县城的老街巷中，眼神四处搜寻。他根据记忆中的线索，寻找着那个废弃的院落，对照着脑海里的画面，经过几条街，最终停在一座看起来破败的青砖黑瓦院落前。院门紧锁，贴着陈旧的封条。赵卫国在院墙外停下，眼神警惕。他从怀中放出一条小巧的机关蛇，蛇顺着墙角的排水孔迅速钻入院内。机关蛇进入院中后，最终钻入一口干枯的枯井。几块青砖看起来颜色有异，边缘有抠动的痕迹。果然是这里，闯王宝藏。赵卫国悄悄翻墙进入院内，跳入枯井中。他蹲下身，用手抠动异常的青砖，砖块松动，伸手探入砖下的空隙，摸到硬物，他用力抓搓，赫然是一块油光锃亮的金元宝。赵卫国握着金元宝，眼神坚定。有了这个，看你们还怎么嚣张！黄道光正在院外的水泥坪上喂鸡，神态悠闲。四爷，是看你之急匆匆的样子，有事啊？四爷，今儿早上郝敏那女人又来找我麻烦了。她仗着背后有县里主任撑腰，嚣张得很。不过我意外发现了个能让她背后那位郝主任彻底凉凉的大秘密。什么秘密？我今天中午跟了那个郝主任一趟，您猜怎么着？他偷偷摸摸去了个废弃院子。我在那院子的枯井里发现了这个金元宝，而且分量不轻。这是闯王宝藏。是，里面还有不少，我当时都吓傻了。这么多金子，我可不敢自己独吞，这事儿还得请四爷您出面。你小子倒是有分寸，这事儿我来处理，保证让你在那个女人面前好好的扬眉吐气。得嘞，有四爷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赵卫国躬身行礼，转身离去。黄道光站在原地，看着手中的金元宝，若有所思。夜晚，荒废的院子被探照灯照亮，士兵们荷枪实弹围住院子，一堆金银财宝堆积如山。黄道光和蒋顺成看着地上的财宝，脸上难掩震惊。这些都是你发现的？好啊，这可是通了天的功劳。卫国同志，你真是立了大功了。清点好了吗？报告首长，清点完毕，金银、古董、现金数量巨大。卫国同志，你之前不是说有个叫郝敏的女人给你找过麻烦？是的，她仗着侯主任的势力嚣张跋扈。侯主任已经伏法了，待会儿我派人带你过去，亲自去抓那个郝敏，让你好好出口气。谢谢首长。夜晚，知青办宿舍大院门口灯火通明，几名兵哥哥骑着摩托车带着赵卫国到达。开门。谁呀？这么大晚上有什么事儿啊？大爷，知青办的郝敏在哪里？他的事儿发了。郝敏在那边宿舍，我带你们去。看门大爷带着赵卫国和兵哥哥来到一间宿舍门口，看门大爷指了指门，便匆匆离开。谁呀？是你呀！郝敏的目光移到赵卫国身后的兵哥哥身上，脸色瞬间煞白。看样子你很意外啊。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要上床睡觉了。你不是觉得自己背后站着那位侯主任，觉得我不能怎么样你吗？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就在昨天，侯主任现在因为我变成了阶下之囚，所以他目前不仅无法再做你的保护伞，相反，你还要遭到他的牵连。跟我们走一趟吧。为什么会这样？对不起，我错了，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气，对不起。郝敏听到这话，身体猛地一晃，双腿一软，瘫倒在地，双眼瞬间变得一片灰暗，丧失了所有生机。麻烦哥几个把他赶紧带走吧，别让他继续胡言乱语了。郝敏听到赵卫国拒绝，眼神变得疯狂，一发狠，张口咬向赵卫国的小腿。赵卫国反应迅速，轻松躲开。两名兵哥哥上前架起瘫软的郝敏，像抬死狗一样往外走。宿舍楼下，许多知青探出头，目睹了这一幕。郝敏最终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而赵卫国也通过这次事件获得了丰厚的系统奖励，包括令人震惊的闯王宝藏藏宝图。招待所工地上，工人们正在忙碌，赵卫国和徐丽在一旁看着。蒋顺成走过来，脸上带着笑容：“小赵啊，睡醒了，你昨天可是立了大功。”蒋哥过奖了，都是组织领导的好。哈哈，别谦虚，我先代表咱们单位给你点奖励。蒋顺成带着赵卫国走到角落的临时仓库，里面除了建材，还有2辆崭新的摩托车。瞧瞧，250的2轮摩托，750的边3轮，以后这就是你招待所的交通工具。还有2辆凤凰牌28大杠，2辆拉货3轮车，后面还会配拖拉机。另外，我还为你申请了56冲56办。招待所工作人员要全员持枪，保护国家财产。小赵，这些东西你可要看管好。蒋哥，这真是太及时了。嗨，不止这些，在黄老那边的奖励下来之前，我先帮你升到行政18级，副科级，工资提到87.5块，津贴不变。多谢蒋哥，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好小子，行了，我还要去黄老那里，你自己去练练摩托车，不会的可以问小李。您放心吧，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昨天看子弟兵棋，已经记得差不多了。赵卫国骑着摩托车在路上疾驰，他骑到汤晴晴家门口，看到一个年轻男子正在拉扯汤晴晴。汤晴晴满脸不耐烦，赵卫国一个漂亮的甩尾，摩托车在他面前紧急刹停。干什么？干什么？秦剑，刚刚这个家伙是不是要对你不利？卫国哥，这个人是我们单位刚来的临时工，叫李兆斌。这2天老是纠缠我，不好好工作，非要带我去县城看电影。就算他是龙王爷的侄子又怎么样？违背妇女意愿，说破天也是耍流氓。少污蔑我！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不喜欢你。走，去找你们单位的领导，还有公社治安特派员说吧，看看别人愿不愿意相信你这满嘴的鬼话。赵卫国弯腰将他双手反捆起来。放开我，秦秦，对不起，是我不该缠着你。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晚了。秦剑，你也赶紧坐后头吧。好。赵卫国骑着摩托车带着汤晴晴和被捆着的李兆斌来到供销社门口，摩托车的动静吸引了供销社主任张山，他看到李兆斌的样子，嘴角直抽。同志，请问您是？张山同志，我是赵卫国，咱们说起来都是同属供销系统的，本来想找个机会上门拜访，亲近亲近，毕竟等我那边的招待所开起来，还会设个代销点，需要从您这边调货。原来您是赵卫国同志，久仰久仰，不知小汤和您的关系是？秦晋和我是初中同学，也是我的表妹。我小汤自从来到我们这儿，勤奋好学，团结同事，工作上一直是兢兢业业。大家商业互吹了一番，张山看向躺在地上装死的李兆斌，心中想骂人。刚刚为什么找不到你的人？工作期间你突然给我玩失踪，能不能干？不能干就直接给我走人。晚上，赵卫国跑去招待所工地上守夜，正在替赵卫国沿着招待所工地暗中巡逻的黑虎，隔老远就发现2个黑影偷偷摸摸地向工地这边走来。借着月光眯眼一看，鼻子灵敏的黑虎提前闻到了火药的味道。赵卫国仔细看，果然有所发现，来人的手里确实都拿着枪。铁子，快醒醒，外面来人了，拿着家伙跟我走。2人拿着家伙迅速跑门口，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作为掩体。此时远处的2个人距离外墙只剩下10几米，已经破百的超强体质给赵卫国带来了变态的视力，其中就包括叶氏。来人蒙着脸，穿的也比较破破烂烂，估计是不想被人认出身份。站住，不许动，把手里的枪给我扔下。却不知他这深夜里猛然一嗓子，而对面的人做贼心虚，正处于精神高度紧张，浑身紧绷的状态，于是毫无意外的开火了。既然对方已经先朝着自己开火，赵卫国自然也不再废话，瞄准就打。由于在身体素质和技能上开了挂，借助夜视能力，并且全部打的是他们的2条胳膊，缴械但不要命。接着黑虎就悄无声息地扑了过去，叼走他们跌落在地上的枪械。2人被枪贯穿手臂，全都疼得满地打滚，被赵卫国和徐铁全部拿绳子捆了。嚯，居然连卡宾枪都人手一把，子弹每人上100发，火力够富裕啊！居然就为了对付我们俩。赵卫国从他们身上另外摸出手枪和大量子弹，气得忍不住把这群货当场毙掉。这是准备和我打仗啊？赵卫国伸手将2人脸上的蒙面巾摘掉。是你们说，你们想要干什么？这些枪到底是从哪弄来的？问这话的时候，赵卫国直接动用了真话语，粗暴无比的开挂作弊，强忍着疼痛。周立国不自觉地回答了他的这几个问题。听别人说你这里有摩托、自行车、3轮车和钢筋等物资，要是能抢走，随随便便兜售就是几千上万到手。缺钱花的我们哥俩就准备出手干一票。枪是从俺爸留下的笔记里找出来的，他以前是光头留下来的潜伏特务，后来在城里差点被抓，就回到了我们乡下老家。这里面有一整个营的美式装备，包括迫击炮、反坦克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手雷和地雷。我这些枪就是从军火库里面拿的。铁子，你在这看着他们，我去找蒋主任，
骑着摩托车，赵卫国迅速赶到公社招待所，叫醒了正在熟睡的蒋顺成。什么？你确定没有搞错？等蒋顺成听完赵卫国的汇报，顿时瞪大了眼睛。这真是运气逆天的福将，立下的功劳那是一桩接着一桩，看来这回郑处绝对是稳了。走，我现在就叫人。等两人骑乘摩托车重新赶回还没有建好的招待所工地，发现支书赵继业已经带着生产大队的民兵把这里守卫得密不透风。巡逻的民兵听到枪声就赶忙找我们汇报，赶到后我从徐铁这里了解到情况，就安排民兵驻防，毕竟谁知道他们还有没有藏起来的同伙。陆续有几辆卡车驶了过来，分别来自周围几座县城。经过粗略止血的周立国和周立民两兄弟被直接押着前往秘密军火库。等到了地方，天都已经妈妈亮，看着里面一箱箱的枪支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和反坦克炮，这些武器估计可以装备一个美式加强营，真要落到坏分子手里，绝对是祸患无穷。现在军火库被赵卫国提前发现，算是被排除了一颗危险的地雷。回到家，赵卫国连系统奖励都懒得看，先上床补个觉。等他再次醒转，已经到了大中午，他领取了系统奖励。看起来这一次的系统奖励不多，但含金量绝对十足。真是说曹操到，竟然真的奖励我10具能够帮忙打理空间庄园的机器人。再次把自由属性点加到精神上，赵卫国领取完奖励，就把10台智慧仿真机器人送进空间农场，让他们开始给自己干活。另外，山里的驴头狼昨天就给他发消息，找到了闯王宝藏的具体埋藏地点，可以抽空去大山深处把它全部取出来。老实说，别看赵卫国正经工作干得不多，平时还真有不少活。卫国哥，要是你下午没有其他事儿的话，能不能骑上摩托车带我回一趟山里看看我妈啊？丽丽，对不起，我居然忘了带你回娘家回门。没关系的，最近几天你忙的全部都是大事儿，连我哥都特意叮嘱我回娘家等你抽出空来再说。吃完饭，他先骑摩托车去供销社来了个大采购，把摩托车后座上绑着的2个大竹篓装得满满当当。多了，太多了吧？徐丽看着赵卫国准备的回门礼物，虽然满脸甜蜜，心里无比幸福，可照样觉得有点过。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孝敬丈母娘，只要自己有能力，再多的东西都不算多。出发！摩托车快行驶到徐家门口时，赵卫国远远的看到那里居然围着7、8个人。不好，难道是出事儿了？想到这个可能，赵卫国心里顿时一个咯噔。怎么了？赵卫国把摩托车一停，带着徐丽挤进人群。刚刚周家的婆媳找上门来骂人，咱妈一激动被气晕了。月子都没有做完的徐丽嫂子头上裹着毛巾哭道。看到这种情况，赵卫国当即走上前去，从空间中拿出一支初级治疗药剂，手脚麻利的灌进徐母口中。徐母原本混混沌沌的双眼渐渐恢复了清明。娘，你怎么样？好多了。原本完全说不出话的徐母成功开口发声，人群中传来阵阵惊叹。神迹啊！老徐家这真的是走了大运，闺女竟然嫁了个这么有本事的姑爷，不仅把徐铁弄成供销社正式工，自己竟然还这么会治病。所有人都在夸赞，且毫不掩饰，一个比一个大声，生怕赵卫国这个当事人听不清。嫂子，外面有风，你和咱妈都赶紧回到房间里。听到赵卫国这么说，徐铁的妻子邱慧点点头，在众多人的围观之下，把今天回门带的礼全部掏出来，故意让大家一样样全部看清。好多东西，鱼和肉就不说了，瓶子装的酒，带过滤嘴的香烟，关键是整整2匹好布，全都是没有票、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周围很多人已经羡慕到眼睛都红了，就算掏出所有家底，在场也没有几个人能买得起、买得着这些东西。这些奶糖带回去给孩子，想请你们帮个忙，我负责招待所和大车司机食堂，光素菜大伙不爱吃，要是能在山里收些鸡蛋、蘑菇、木耳，有多少我收多少，我给开采购介绍信。听到这话，3家人的眼睛全都亮了。你这哪是让我们帮忙啊？咱们说来说去都是一家人，我也不说太客气的话。刚刚周家那个老婆子差点把大嫂气坏了，你大妈他们待会儿就去讨个说法，以后我们妯娌几个也没事儿就堵着他家的门口骂。当初大哥那事儿我们都没有找他们家算账，又来欺负大嫂，真是当我们老徐家没有人了是吧？今天的事儿，大家伙可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见了。要不是魏国大侄子来得及时，大嫂还不知道会怎么样。以后我们去老周家上门讨说法，可别说我们妯娌几个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先找茬的可是他。不得不说，和聪明人打交道就是省事儿，都不用多说。拿了赵卫国好处的3家堂亲，立马就拍着胸脯发挥主观能动性，帮忙报复造成徐母晕倒的周家人。3个婆娘上门找人吵架，不仅人手拿着一个小马扎，3人还都背着个装满水的大葫芦。更夸张的是，就连今天的3顿饭，他们都提前做好背在包袱里。看架势，这架估计是要吵1天。3人一边走一边说，目标是周家。大嫂，今天咱们不把姓周的骂哭，咱就不回家。老3家的，你也太没志向了，咱们要骂就把他骂出翔。对，小马扎往姓周的门口一放，咱就坐在那骂，让他们村的人瞧瞧。骂渴了就喝水，骂饿了就吃饭，骂累了咱们就轮流骂。对，2位嫂子说的对，
徐家三个妯娌气势汹汹，一边商讨着一边往周家走。结果一到周家傻眼了，大门上挂着个锁子，周家连同婆婆带儿媳全都像是知道咱们会来，所以提前跑了。哼，我看未必是怕咱们，一定是知道魏国当了干部，周家婆娘又把人家丈母娘骂得脑出血了，所以怕魏国报复，这才跑了。二嫂说的对，姓周的仗着自己3个儿子坐牢，以为谁也怕他，没想到人家魏国成了干部。走，先去挑几挑臭水，把这几间屋子全泼了，我就不信那几个婆娘以后不再回家。最有斗争经验的大嫂开口说话，她说的臭水是山里面的积年死水，加一些腐烂的东西，也奇臭无比。这一招真可谓是损到家了。3个人找来桶，去后山沟挑来几担臭水，打开周家大门上的锁，把几桶臭水挨个房间都泼了一遍，真解气。走，咱们回去找魏国报喜去。此时的徐家，赵卫国正坐在丈母娘的床前。妈，您的病我刚刚通过针灸稳住，现在什么都别想，好好休息一下。周家的那个老帮菜，我已经找了别人去收拾他，以后估计也没胆量和精力跑过来骂你了。听到赵卫国这么说，徐母欣慰的点点头，然后闭上眼睛安详的睡下。不一会，徐家3个妯娌就回来了。魏国，那周家婆娘跑了，家里一个人都没有。知道跑，看来是怕。跑了就跑了吧，3位婆娘辛苦了。不辛苦，我们给他们家里泼了臭水，也算是替你妈出气了。还是你有办法？都是大嫂的主意，我就出了点力气。 3位伯娘，明天开始就让堂伯们和几个堂哥去山里收物资吧，不管是啥，招待所照单全收。一听赵卫国这么说，3人的脸上都笑开了花。简单告别后，就急忙回家报信去。权力还真是好东西啊！赵卫国摇摇头，自从他重生到1976年，绑定了摆烂系统后，他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前世作为家里的老二，他不仅要替大哥还娶媳妇的计划，还要供3弟念书，自己每天累死累活还吃不饱饭。结果再一次给大嫂抓鱼时，跌到河里死或重生。还好摆烂系统给力，只要他不务正业，系统就给奖励。最初奖励的鱼竿，让他钓上来黄金大鲤鱼和百斤罗氏青，从而结识了神秘大佬黄道光，直接给他拨专款开了个货车司机招待所。从此他就算是干部了，不仅有一个正式员工的任命权，还有2个临时工的许可，整个所里都是他说了算。所以当赵卫国跟着媳妇徐丽回娘家时，这些堂叔堂伯家的女人还会这么巴结赵卫国。虽然现在有这样一层身份，但远远达不到摆烂的要求，还是得完成系统给的任务啊！是时候寻找闯王宝藏了。赵卫国抬起手臂，宠物控制手环发出莹莹蓝光。是驴头狼发来的信息，发现了闯王宝藏的位置，太好了！宠物控制手环是摆烂系统给的奖励，可以控制任何动物，并且还能共享动物的视野。赵卫国用它控制了狗子黑虎，还有金色的大猫金虎，以及在山里抓的这头驴头狼。看来是时候出发了。告别了徐丽，赵卫国骑着摩托车，带着金虎一头扎进了山里，花了将近2个小时，赵卫国终于来到了连路都没有的深山，直接把摩托车收进储物空间。接下来就要靠装火，必须走直线，尽快到达藏宝地。吉日虎，就让咱俩比比速度。话说完，赵卫国就抢先领跑，什么石头沟坎，凭借他现在属性加到100多的飞人体质，都轻轻松松一跃而过。可即使这样，赵卫国仍然被金虎看起来很轻松的跟上。人毕竟是人啊，还真比不过这天生就敏捷的小家伙。短短半个小时，这一人一兽就整整翻过了6座不算很小的山头。这个时候，已经距离驴头狼等待的地方没有多远。松开，放手，要不然我就喊人了。你现在尽管喊，皱一下眉头就说明我孙有田不是好汉。悬崖上，男人拿木棍顶着女孩，悬崖下一只金色大猫往上爬，女孩每后退一步，猫的速度就快1倍。终于在男人木棒要打在女孩头上时，一道金色闪电一跃而起，同时传来男人一声惨叫。金色大猫咬着他的肩膀，接着一个甩头，就把这个叫做孙有田的畜生甩了下来。被扔下山崖的一刹那，孙有田的心中充满了害怕。结果在落地的一瞬间，他看到了山崖下面一个冷笑着注视他的年轻人。孙有田仿佛猜到了什么，但这个光天化日欺负女孩的畜生，死的已经不能再死了。看女孩也被吓走了。悬崖下的赵卫国趁机爬上山崖，带着金虎迅速离开了。没错，这只金色的大猫正是他的灵宠，名字叫金虎，是一把捕猎的好手。20几分钟过后，一群带枪的民兵匆匆赶了过来。只看到山崖下面仰面朝天死不瞑目的孙有田，而这时赵卫国和金虎又翻过4座山，和盯着闯王宝藏的驴头狼成功汇合。经过这段时间的狩猎补充，原本就超纲的驴头狼体型居然进一步膨胀。好家伙，这货真的像只大号的棕熊，看样子超过500斤的野猪他都能独立猎杀了。这时赵卫国才抬头观察四周，不得不说闯王宝藏藏的确实巧妙，正好被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洞口。当初也不知道动用了多少人力外加什么方法，才把这块巨石撬到现在这个位置。幸亏我也有帮手。
话音刚落，赵卫国直接从奴隶空间庄园里召唤出10个智慧仿真机器人。古人有古人的智慧，现代人当然也有现代人的科技。这些机器人都是摆烂系统给他的奖励。接着，赵卫国命令机器人把巨石往地势最低的地方敲。当巨石要滚落时，赵卫国心念一动，空间门户瞬间打开，巨石顺势就滚入空间内，传来扑通一声，正好落在空间庄园的海水部分。这个空间是系统奖励赵卫国的，里面有一座半径3公里的岛屿，另外还有向外延伸7公里的大湖。这时赵卫国看向洞口，发现里面布满荆棘和乱石。接着赵卫国又一声令下，机器人便开始清理通道。他们很快就把成堆的石头拆解抠开，让堵住的山洞渐渐被挖掘出来。赵卫国就看到一只朽烂的箱子，全部都搬进空间庄园。可惜现在这个年代，这些宝物根本不敢拿出去，还是先收起来吧。收完宝藏，堵住洞口的乱石被智慧仿真机器人重新回填。紧接着，开了一道空间门的赵卫国，让之前那块巨石重新落回原来的位置。把重生第一天系统奖励的包子拿出来吃几个，再喝杯豆浆，肚子来了个8成饱。赵卫国这才开始往回赶，回去走的还是来时的路，眼看就要经过摔死孙有田的山崖。站在对面的山上，赵卫国看到那边热闹非凡，被摔死的孙有田被白布盖着，旁边绑着那个被赵卫国让金虎救下来的年轻女子，周围有好几个年龄不同的女人在激动地打他、揪他、薅他的头发，似乎在一边破口大骂，一边逼问着什么。看到这一幕，本来心情很好的他面色再次冷了下来。救人救到底，动佛送到西。既然刚刚是我指挥金虎杀死孙有田，救下这个叫做雪梅的年轻女子，那就不能允许这事变成一锅家生饭。被绑着的女孩名叫孙雪梅，妈妈叫刘爱珍，爸爸叫孙有光，3代单传，到他这一代更是生了6个女儿，到现在也没有儿子，导致孙有光在队里有点抬不起头，是个谁都能欺负几下的软蛋。孙雪梅是家里的老大，孙有田和孙有光一辈儿，但早就出了5父。这人家里兄弟12个，他自己又没有媳妇没有娃，有依仗又没牵挂，所以在村里是无恶不作的村霸。因为没有媳妇，就打上了孙雪梅的主意，趁人家姑娘进山采药，尾随在后面欲图谋不轨。没想到的是遇上了赵卫国。现在孙有田已经死了，并且肩膀上也有金虎咬的牙印。孙雪梅明明是受害者，却被作为凶手绑上。母亲刘爱珍被按倒在地上一顿摩擦。就在这时，赵卫国终于赶了过来。干什么？干什么？为什么要打这2位女同志？她们犯了什么错？兄弟12个里面最小的孙有和直接用手指着赵卫国：“你谁啊？关你屁事！给老子滚一边待着！”面对他这嚣张跋扈的态度，赵卫国当然不惯着：“你谁老子？再指着我说句脏话试试！” 70年代的农村一定要生男娃，谁家男娃多谁家腰杆子就硬，而且男娃长大都是壮劳力，赚的工分多不说，传宗接代开枝散叶那叫一个快。所以老一辈人根本不保守，你家生2个男娃，我家就生3个；你家生3个男娃，我家就生5个。所以那时候兄弟姐妹都很多，人多了势力也就大了。就像孙家坳村有一户人家，兄弟竟然有12个，爹娘出门都是用下巴看人的。老大是大队大队长，老3是民兵队长，老4是生产小队的队长，剩下的兄弟几个都是村里能扛2麻袋稻谷的壮汉。这一家子人多势大，成了村里横行霸道的村霸。然而这天，兄弟里头打光棍的孙有田在山里对良家女子图谋不轨，被路过的赵卫国见义勇为，跌落悬崖摔死了。这一家子村霸怎能善罢甘休，竟然把那个无辜的女孩一家拉到现场，当着孙有田的尸体就对人家姑娘和母亲拳打脚踢。正义感爆棚的赵卫国决定好人做到底，立马站出来阻止他们的暴行。没想到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根本不把赵卫国一个人放在眼里。小子，我告诉你，识相的麻溜滚，别让姨削你！哟呵，你再指我一下，我让你那根手指拧成麻花！我看你是不服，背着杆破枪装什么？告诉你，来了我们孙家坳，是龙的盘着，是虎得卧着。今天我就让你长长眼。说着这话，孙有和走到赵卫国面前，直接就抬脚踹他。结果孙有和来的时候有多快，倒飞回去的时候只会更快。旁边的围观群众甚至都没有看清，砸在地面上的孙有和把身子一弓，颤抖的身体，狰狞的表情，带着10个民兵的民兵队长孙有良直接端起枪指向赵卫国，他的手下也同时跟着做。结果在他们端枪的一刹那，反应更快的赵卫国直接开枪了，5、6伴的枪声直接连成一片，都没等孙有良和那些民兵打开枪上的保险，他们就已经全部中了子弹。一瞬间10位民兵全部失去战斗力，所有人都给我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会当作敌人直接击毙。喊完这句话，赵卫国掏出自己的工作证件：“我是全国供销总社下辖招待所副科级干部赵卫国，谁是孙家坳生产大队的干部，全都给我站出来！光天化日之下私设公堂，难道当我们的公安法院都不存在了吗？而且民兵公器私用，为这种地痞流氓保驾护航，怎么？你们孙家坳真的成了那个土皇帝的一言堂？”这犹如刀子般的话，让人群里几个男女的面色瞬间就白了。我是孙家坳的大队支书孙长平。见孙有田的大哥大队长孙有根躲在人群里根本不出来，一个满脸愁苦的老人只好带头开口。很显然，赵卫国这个供销社副科级干部的介入，现在还动了枪，会让整件事彻底脱离他们生产大队的掌控，而他们就是最直接责任人。刚刚这群人私设公堂，民兵保驾护航，既然你在场，为什么不出面阻止，而是任凭他们胡作非为？还是说
他们这些行为本身就得到了你的许可或指使。面对赵卫国上来就扣下的这顶大帽子，感觉自己根本承受不住的孙昌平立马开口卖队友：“领导，事情不是你说的这样。地上死的人叫做孙有田，刚刚被你踢的背过气的是他年龄最小的弟弟，叫做孙有和。带头朝你动枪的叫做孙有良，我们生产大队的民兵队长也是孙有田的三哥。另外，大队长孙有根就是他们的大哥，小队长孙有米是他们家的老四。这家子总共兄弟12个，一直在我们孙家傲横行霸道。说实话，我这个支书根本管不了。这话你和公社解释吧。现在赶紧去打电话，让你们公社的领导过来，把这事处理一下。对了，你们都是孙有田的家属吧？赶紧把人放了，别逼我见义勇为，也给你们来一枪。有这力气，帮你们的人包扎包扎，止下血吧。说话的时候，赵卫国把11把枪全部拾捡成一堆，就放在自己的脚下，被他枪口对着一指，几个婆娘立马把孙雪梅、刘爱珍放了，去给中枪嚎叫的民兵包扎止血，而孙昌平则一路小跑的去大队部打电话。过了将近1个小时，公社主任王兴才被公安特派员骑着偏3轮带了过来，同行的还有武装部长赵卫国同志。非常惭愧，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多谢你今天挺身而出，为我们阻止了一场错误。刚过来，主任王兴就情感真挚的向赵卫国道歉。招待所所长开枪打伤了民兵，公社主任却陪着笑脸给他道歉，而且还带着武装部长一起，甚至提出建议让所长发话处理这些民兵。要知道，民兵们可都个个带着伤，这所长屁事没有。那赵所长，您看这个事儿该怎么样去处理？王主任，这事儿还是得您说了算。不过像这种恶劣情况，私设公堂，并且擅自动枪，公器私用，欺压群众，我觉得应该要从重从严。明白赵卫国的意思，王兴点点头。应该的，凡是动枪的民兵，还有孙有田当干部的几个兄弟，或者平时欺压群众的几个兄弟，肯定要进去坐牢。当着赵卫国的面，王兴定下处罚的基调。对了，孙有田的家族势力庞大，我怕事后他们会报复刘爱珍、孙雪梅一家。关于赵卫国的担心，王兴直接对孙家傲大队支书孙昌平发火：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作，要是再做不好，让我听说刘爱珍、孙雪梅母女几个在你们生产大队受欺负了，你就是严重渎职，不仅要摘帽子，还要和整个班子一起给我滚去最贫穷的山沟沟里劳动改造。面对王兴这充满怒气的呵斥，孙昌平灰头土脸的保证：谁以后要是敢找刘爱珍和孙雪梅他们母女的茬，有一个算一个，我全部把他们拉出来做点刑，好大粪解牛屎，不计工分。没多久，公社武装部的20个民兵把孙有根为首、孙家傲民兵队作为骨干的恶势力团全部抓捕归案。和王兴最后寒暄几句，赵卫国提出告别，中间刘爱珍还带着孙雪梅跪着向他磕头感谢，拦都没拦住。原来孙家傲有一伙12个兄弟的村霸，利用自己民兵队长的身份，经常欺负村民。其中一个兄弟还想霸占孙雪梅，结果被赵卫国见义勇为救下，双方这才起了冲突。没想到他们不仅不是赵卫国对手，赵卫国还是国家干部、招待所所长傅科吉，也不怪他们公社主任雷霆手，这事要是捅到县，公社也吃不了兜着走。处理完这件事，赵卫国就下山回到了妻子家。怎么回这么晚啊？翘首以盼的徐立边帮他把竹篓里的野猪卸下，边忍不住开口抱怨，话语里却是浓浓的关心和担忧。心中一暖，赵卫国笑着说了个善意的谎话：为了打这4头野猪，跑得太远，往回背就很耽误时间，所以才回得有点晚。打都打下来了，这么好的肉，总不能丢在山里吧？多浪费啊！恍恍惚惚又是一夜，到了第2天，赵卫国就带着徐立还有昨天他打的4只野猪开始往回赶。经过招待所工地，赵卫国进去看了看，顺便把1头野猪留在这，给干活的社员加餐。人多就是力量大，中间的职工住房居然下午就能上梁。视察工地进度的赵卫国满脸惊讶。前几天最后面那排仓库，外加他规划的猪圈、鸡圈和鹿圈全部盖完，今天中间11间职工生活区居然马上也要开始上梁。是啊，等它晾晒几天，有煤炉子红红，去掉潮气，你就能搬进来住了。到时候你把咱妈、嫂子和孩子也接过来吧。好，徐铁自然不会和赵卫国客气。看完工地，赵卫国和徐丽重新回到祠堂那，把简单抹过盐的野猪好好分割处理一下。下午还去木工赵继怀那边转了圈，返回来的路上正好遇见了汤晴晴。卫国主任前2天找我谈话，说你那边要开一个代销点，为咱们供销社体系的司机还有周边生产队的社员服务。问我愿不愿意过去支援管理招待所的代销点？听到这话，赵卫国的眼睛顿时就亮了。老张这人够意思，答应他，过2天我找他好好感谢一下。时间就过去7、8天，招待所里里外外终于全部建好，多晾晒了几天。赵卫国准备今儿正式搬迁。铁子，你在后面忙着，我去前面照顾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久前升任处长的蒋顺成提前打招呼会过来一趟，连县里的领导和公社上的干部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着凑个热闹。怎么想不明白是什么情况？刚到的蒋顺成似乎一眼就猜出了他心里的疑惑。对，要说咱们公社的老张，甚至县供销社的魏主任过来，我还能理解，县里和公社的干部又是为什么？
很简单，别人过来凑热闹，看的是你们县新上任主任刘全敏的面子。他之前可是省里3把手的大米，现在能主政一方，来到这里，其实得感谢你。别的不说，最近在他的指挥下，已经挖出2处闯王宝藏，这都是因为你才有的政绩。看，这是你的新任命。赵卫国接过来一看，眼睛瞪得都快掉下来了。重生70年代绑定摆烂系统，只要不干正事就能获得各种奖励。别人抢收稻谷赚工分，他却钻进山里寻找李自成藏的宝藏。别人去知青点给女知青干掉了，他却在知青点外围鬼鬼祟祟偷苗，想看看女知青一天都干些什么。结果就是他在山里真的发现了李自成的宝藏，上报给组织后得到一个副科级职位，在女知青点蹲守，抓到了女间谍，还发现一处军火库。这边副科级招待所所长的职位刚坐上，上级又派人送来了新的任命书，晋升你为行政16级的供销总社贸促会运输部总务处后勤第4科科长，是不是不敢信呢？除了管理现在这个招待所，接下来你好好调看一下当地是否适合建养殖场。现在咱们供销社对肉蛋需求很大，另外趁着这个机会，还能把黄老那边的乡亲趁机安排一下。蒋顺成偷偷摸摸的小声和赵卫国说出这句话，很显然，这才是这个任命的精华和重点所在。也是，不然直接把我调走多好，何必费心建什么养殖场？完全是找机会给黄老的乡亲们再发一波福利。就这样，带着新的任命，赵卫国负责的招待所算是正式的开门营业。国道省道交叉口，一辆卡车正在向前疾驰。昏昏沉沉的司机突然看到块刚立的木牌子，脑袋很困的他猛然打了个激灵，双手下意识地转动方向盘，遵照木牌子的指示，朝着某个方向行驶。800米后，果然看到熟悉的供销总社标志。卡车司机按响喇叭，守在门卫室的徐铁赶紧打开门，快给我找个地方睡觉，都快有2天1夜都没咋合眼了。车刚开进库，徐铁就带着司机去2楼大通铺。他真的是倒床就睡，瞬间鼾声四起。又过了10几分钟，2辆卡车连着开进招待所。同志，现在有什么吃的？野猪肉炖萝卜配大白米饭。咱们这的野猪肉是自己打的，只要钱不要肉票。听到这话，4个司机全都眼睛一亮。那好，给我们每人来份野猪肉炖萝卜，外加6两大米饭。年龄最大的那个中年司机当即说道：“知道不要票，连价钱都没问。”对了，同志，不要票的搪瓷盆、搪瓷盘子和搪瓷杯子，你们要不要？咱们走南闯北，去各个厂里拉东西，都会获得一些计划外的指标。不要票，算是约定俗成的福利。像这种东西又不能随便拿出去往外卖，像你们这种招待所，拿来北网发展成集散交换站也不错啊。不得不说，中年司机的话为徐铁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没想到供销社的招待所居然还承担了这样的功能，那我去找科长请示一下。还有这样的事儿？听完徐铁的报告，赵卫国也满脸诧异，把李哥叫过来求证一下。很快，隔壁办公室的外人李红军走了进来。自从来到这边，他就表现得很低调，除了兢兢业业的管钱管账，剩余的事情全都视而不见，并且赵卫国的要求，他全都100%配合。等徐铁把情况再和他说一下。李红军当即笑着回答：“没事，就像那个司机说的，咱们供销总社的招待所都在这么做。那咱们拿公款买点儿。”见赵卫国和李红军也达成一致意见，徐铁用询问的语气开口试探：“别这样。”我可以个人掏1000元，外加用储备的熏肉进行交换，作为初始启动金。等小金库赚到的钱有余量，再还给我。沉吟了一下，赵卫国开口：“之所以不动用公家的钱，是因为他不想给自己留下这么大的破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等4个司机吃晚饭，就由李红军和徐铁出面，用熏肉换了上百件搪瓷用品，对方1毛钱没要，全部换了熏肉。还别说，赵卫国这座招待所的位置好像还不错。第一天，从马路口指示牌竖起来开始进行。下午2点等到夜里12点，总共来了23辆货车，不错不错。那时候是有大有小，基本上全是中长途运输。招待所忙活了一天，赵卫国这个所长却什么也没干，特别符合系统摆烂的要求。等到夜里，他决定领取一下系统奖励。宿主待领取奖励如下：金钱港币500万，票券阿美丽卡不记名国债10万，物资稻糠100吨，麦麸100吨，豆粕100吨，花生渣100吨，玉米100吨。技能禽兽养殖高级自由技能点17。毫无疑问，今天开出的奖励也相当牛逼。这可真的是瞌睡来了就有枕头。有了这批物资，外加禽兽养殖高级这个技能，以及空间庄园等等，我想开个养殖场还不是轻轻松松。作为穿越回这个特殊年代的人，他手里攥着的不仅是几张港币和1叠美债，更是对未来几十年风雨的预判。这是个既要填饱肚子，又要为明天铺路的年代。灯光下，赵卫国对着地图沉思，指尖在中原地区滑动。港币和美债只能留到改开后当本钱，到时候办成外资，至少能避开不少麻烦。这年头没背景，做的再大也可能成了别人的菜。搞养殖，饲料是大问题，
困难时期刚过，人吃的都紧巴，规模化养殖更是难上加难。本土黑猪是好，耐粗饲，少生病，肉香，可长得太慢，10个月才300斤。白猪虽快，半年出栏，料肉比高，但本土化没做好，水土不服，专家都未必能养活。特殊养殖场或许能培育2种猪，让黑猪保留优点，还能长得更快，料肉比更高，免得将来被国外猪种、鸡种卡脖子，连兽药都得高价买。还是先解决饲料问题。中原人口太多，粮食压力大，从外地调粮成本太高，养猪场再等等吧。养鸡倒是可行，国人吃的肉蛋，除了猪就是鸡，农村几乎家家养鸡，鸡蛋换油盐是常事，鸡屁股银行可不是白叫的。鸡蛋运输200公里到江城，损耗能接受。再说我有养殖场培育的蝗虫、黄粉虫、蚯蚓，能把鸡粪和草料变成优质蛋白，正好解决饲料问题。就先养1万只母鸡试试，让社员帮忙孵化鸡苗，暗地里用特殊空间培育的2种鸡替换，既不引人注意，又能快速出效率。是棉衣棉被，这动静不对劲。干什么的？跑到我车上偷东西，胆子不小。我是这招待所的所长赵卫国，供销系统正科级干部。你说我偷东西？干部也不能随便翻别人的车，这车货是单位的，出了问题你担得起？担不担得起，得看车里藏了什么。刚才的声音是有人被绑在里面吧？别装了，坦白从宽，现在说清楚，算你自首。要是等我查出来，领导您别误会，这里面是我亲戚病了，想搭个顺风车，怕麻烦才没声张。亲戚病了会发出呜呜声，嘴被堵着的亲戚。最后问你一次，车里是谁？为什么藏着？再不说，我现在就联系公安和供销社保卫科，到时候你想认都没机会了。我说，但您得保证，别把这事捅到上面去。清晨的供销社招待所，一场无声的对峙正在上演。赵卫国发现货车里的秘密，司机乔大山的神色早已暴露了心虚。当真相的面纱即将被揭开，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打破了平静。说吧，车里绑的是谁？没绑架，领导您误会了，就是捎个亲戚。动手！徐铁，过来。所长，咋了这是？把他绑起来。昨天登记时，他还有个同伙，有个叫马田的，左手右腿摔伤了，走路都得扶着。绑好他，再把马田带下来。徐铁将乔大山捆在院角的柱子上，转身跑上楼。赵卫国走到货车旁，一把掀开篷布，露出被捆在棉被堆里的女人。女人被麻绳捆住手脚，嘴里塞着棉花，布条勒住脸颊。看到赵卫国时拼命挣扎，眼中满是惊恐与期待。别怕，绑你的人被拿下了，你得救了。女人瞬间崩溃，嚎啕大哭。说说你的情况。我叫张英，完省土中地区定安县张店的。前天去城里探亲，这辆货车突然停下问路，一个司机从背后抱住我，我喊救命，咬了他一口挣脱了。另一个司机拦我，被我撞倒在渠道沟里，我摔晕了，醒来就被绑在车里，他还打我。就是他，打我的就是他。乔大山垂着头，脸色惨白如纸，浑身发抖，像是瞬间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别装了，车里藏的不只是张英吧？你和马田到底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我们不止绑了他，把话说清楚。领导，不关我的事，都是乔大山逼我的。我们从晋省过来，路上还烧了批卧着。闭嘴，你也跑不了。货是什么？在哪儿？是从乡下收的银元，还有2箱药材，都是违禁的，藏在货车底盘的夹层里。徐铁，去检查货车底盘。张英望着眼前的一切，眼神从惊恐慢慢转为茫然。他或许没料到，这场绑架背后藏着更大的秘密。很快，在真话仪的作用下，乔大山把自己这些年做下的坏事全都一五一十的老实交代。5年前，我媳妇刚走半年，一个女的拦车，长得好看，天热，她坐旁边，我没忍住，就在车上说：“谁是你的同伙？”马田跟我一条绳上的，他比我还好。那个我完事，他就上。事后怎么处理的？不能放，他见过我们的车和脸，马田想勒死扔了，我觉得浪费。路过本省山区，那儿穷，男人娶不上媳妇，花钱买。我们把它卖了35块，给4家7个男人，5年加上这个，一共38个，2个弄嘎了，剩下的都卖了，赚了上千块。张英瘫在地上，手脚仍在发抖，脸上血色尽失，眼神里写满后怕。还愣着干什么？打电话让公社公安特派员带枪来。片刻后，徐铁带着公安特派员和2名民兵赶来。特派员听完乔大山的供述，脸色凝重。赵所长，这案子太大了，涉及10几个省，必须立刻上报。人交给你们，务必审出被拐妇女的下落，能救一个是一个。供销系统这边我会同步上报。
特派员点头，示意民兵押走乔大山。看到这阵仗瘫软在地，我招，我全招，都是乔大山逼我的。谢谢您，救命之恩。去公社做个笔录，我们会帮你联系家人。这招待所刚开就出这种事，世道就是这样，见多了就习惯了。别拉那么长给谁看？饭做好了，赶紧吃。妈，我刚才看到二哥了。随后赵卫军把看到的一幕说了出来。我决定了，去趟你大姑父家。去那儿干啥？你大姑都没了，人家早不跟咱来往了。爸，大姑父在城里当小官，现在去会不会？当年你爷爷走的时候，家里肯定藏了宝贝，我清点过，少了好几样值钱的，准是你大姑小姑趁乱拿了。以前是怕被牵连，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凭啥赵卫国那小子能发迹？咱也得找门路。你大姑父要是还有良心，就得把东西还给咱。爸，那能有啥宝贝？值多少钱？要是能弄点钱，或者让你大姑父给建国找个活，不好说，但肯定不少。你爷爷当年走南闯北，手里有硬货，反正去了就有机会，总比在这受穷被人戳脊梁骨强。那啥时候走？明天就走，早去早回，别让赵卫国那小子知道了，又来捣乱。赵承宗夫妇为谋生计，决定冒险投奔大姑父，而赵卫国正规划养鸡场，意外获得系统奖励。两条看似无关的轨迹，却因一枚神秘挂坠悄然交织。要回宝贝，想得美！人家死不承认咋办？真把咱家成分换成地主，哭都来不及。不讨宝贝，你跑江城干啥？白折腾！这叫敲山震虎。你当唐三明心里不慌？当年你公公那些家底，他能没沾光？咱们去了，他少不得破财消灾。爸，大姑都没了，人家能认这门亲？不认就闹。他在工厂当科长，要脸。你二姑那边出事时，他连个屁都没放，准是心里有鬼。素贞，去大妮儿那儿拿20个鸡蛋，6把挂面，2包红糖，就说是走亲戚用。他敢不给，我就去他婆家堵门。就知道使唤我。当年要不是你赌钱输光家底，至于现在看人脸色？再多嘴就自己掏钱买。蒋主任，养鸡场的饲料配方我看了，玉米占比可以再提5个百分点。对，场地选在临河的地块，排污方便。哥，妈一早堵着大姐把汤婶店里的鸡蛋挂面全要走了，还说不给就撒泼。知道了，你告诉大姐，下次直接锁门，我看她敢砸门。可村里人该说闲话了。有些人不撞南墙是不会回头的。4点就起来到江城的上午了吧？唐三明能留饭不？废话，咱带着礼呢。到了就说想他了，先混顿饭，再说别的。同志，麻烦叫下技术科唐三明科长，就说他七舅赵承宗来了。唐三明早调去魔都了，2年前就全家搬走，连家具都卖了。搬走了？不可能，他大女儿。人家娶了新媳妇，跟前妻家早没关系了。再说他现在单位是保密单位，问多了我可担不起。钱，我藏的钱没了，袖口被划了。我的鸡蛋，我的钱，这趟算白来了。傍晚，赵卫国对着镜子整理衣领，挂坠在衬衫下闪烁微光，幽蓝光晕随呼吸起伏。所长，养鸡场的图纸批下来了，蒋主任让您明天去公社开会。知道了。对了，让厨房留份晚饭，我晚点回去。赵卫国这个凭借神秘系统崭露头角的供销社干部，正迎来命运的转折点，而他的父母赵承宗与蔡素贞却在贪婪与算计中一步步踏入厄运的漩涡。赵承宗和蔡素芬两人怀着一肚子气，快步赶往公交站点。那是咱全部棺材本了，16块呢！突然，一辆自行车疾驰而过，后者人一把抢过蔡素贞的竹筐，同时猜中她肚子。啊！我的鸡蛋！站住！便坑洼绊倒，重重摔在地上。幸亏这时到了下班的时间，有人看见，赶紧跑了过来。热心的把赵承宗和随后赶过来的蔡素贞一起送往最近的医院。医生用碘酒擦赵承宗的伤口，他疼得龇牙咧嘴。2名公安走了进来，拿出笔录本，说说情况吧，怎么被偷被抢的？公安同志，我们老两口在你们江城又被抢又被偷，现在哪里还有坐车回家的钱啊？放心吧，同志，我们一定会积极帮您抓到犯罪分子，找回被偷的钱、被抢的东西。至于你们没有坐车回家的钱，要不这样，由我们出面联系你们生产大队吧，让他们派人来接你俩。毕竟你受伤了，自己回去我们也不放心啊。我二儿子赵卫国是供销系统那边的干部，管着一个招待所，麻烦同志找一下你们这边的供销社，让他们帮忙联系一下，过来接我们老两口吧。你儿子既然是国家干部，肯定要做更大的贡献。既然这样，那就不麻烦他过来了吧？怎么说你也是供销系统内部的家属，这样我现在就找人帮忙问问，咱们江城供销系统有没有经过你们那里的车，顺便捎一程，说不准明天早上之前就能把你们俩给送回家。
然后办案公安根本不等赵承宗继续说话，直接跑去打电话。10分钟后，公安返回了病房，车联系好了，马上来接你们。20分钟后，货车就被开了过来，司机指着车斗：“大哥、大姐，麻烦你俩去车斗上面委屈一下，领导知道你俩的情况，垫了稻草，坐着应该还好。”在公安和司机的帮忙下，赵承宗和蔡素贞在上面绑紧的木框里坐好，确保不会掉。很快，货车就驶出江城，而天色也完全黑了下来。2小时后，前方突然出现路障，经验丰富的司机不仅没有停下，反而猛踩油门，直接朝拦路的大树冲了过去。车斗剧烈颠簸，熟睡中的赵承宗和蔡素贞被猛地抛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被货车甩出去的2个老人便如破麻袋般摔落在地，瞬间没了声息。清晨阳光正好，赵卫国刚走出宿舍门，会计李红军一路小跑过来，气喘吁吁：“科长，出大事了！江城供销社那边刚打来电话，是关于您父母的。”“哦，他们又在那边惹什么事了？”“您爸妈昨天跑去江城，说是找您大姑父，结果人没找到，先是在公交车上，钱全被偷了。”“呵，正常操作。”紧接着带的一筐土特产，当街又被人给抢了，人还摔了一跤，受了点皮外伤。哟，这福气还在后头呢。后来有热心群众帮忙送了医院，还报了公安。您父母报了您的名字，江城供销社的领导知道了，就特别安排了一辆顺路回来的货车，想把二老捎回来。他们倒会给我找事。科长，重点是货车在半路上遇上拦路抢劫的了。李红军看着赵卫国，艰难地吐出最后几个字：“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司机直接冲了过去，他成功了。但是您父母从车上掉了下来，目前已经全部去世，还请节哀。”赵卫国愣在原地，眼神里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极度的震惊和荒谬。就这么没了？这离谱的剧情，难道是我的金手指在？科长，您没事吧？我知道您跟他们，但毕竟血浓于水。他们的遗体呢？江城那边说他们也有责任，会派专车把遗体和2口棺材送过来，算是补偿。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这事我来处理。20分钟后，一家人就整整齐齐地站在了招待所门口。赵卫国、大姐赵建芬、大哥赵建国、弟弟妹妹等人都戴上了黑纱白花，表情各异地站成一排。一辆解放卡车缓缓驶来，停在众人面前，车上装着2口简易的棺材。一名江城领导从副驾驶下来：“卫国同志，请节哀，这是我们有责任，这是我们江城供销系统一些同志凑的心意，就当是给二老的丧葬费，请务必收下。”领导递过来一个厚厚的信封，旁边的赵建国眼睛瞬间亮了，死死盯着那个信封，喉结滚动了一下。接下来二老的遗体怎么安排？拉到家里办，辛苦领导了。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我大哥想的什么？我用脚趾头都能猜到，无非是想以长子的身份把这笔钱吞了。想得美！领导，既然我是国家干部，就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响应国家号召，移风易俗，把爸妈的遗体直接拉去火化，骨灰我们自家人开个简单的追悼会，然后撒到咱们赵庄的荒地里，不搞封建迷信，不挖坟，不立碑。此话一出，全场死寂，赵建芬的哭声都停了，赵建国更是目瞪口呆，脸涨成了猪肝色。你疯了？不土葬，那不是让人戳脊梁骨吗？至于这笔丧葬费，我们家属不能收。司机的做法没错，这是意外。这样吧，钱我收下，但我会以我父母的名义，把这笔钱全部捐给生产大队，用来修缮教室，把钱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想必父母在天之灵也会很欣慰吧。赵卫国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看着大哥赵建国那张因为愤怒和错愕而扭曲的脸。赵卫国，你这是要让他们死后都不得安宁？你这是诛心啊！我只是在办一件好事。赵卫国刚说完火化骨灰撒掉的处理意见，赵建国猛地跳出来，指着赵卫国：“我不同意！赵卫国，你安的什么心？咱爸妈凭啥要火化？乡亲们评评理，咱们乡里讲究入土为安。赵卫国早跟我家断绝关系，凭啥安排后事？我才是长子。”赵建国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他死死盯着供销社领导手里拿着的信封。长子，行啊，国家提倡火化减半，你非要对着干，可以。你不是说我没资格吗？那这事儿我撒手不管了。作为单位代表，我们坚决拥护国家政策，但既然家属有不同意见，我们也尊重。领导扬了扬手里的信封。至于这笔同事们凑的抚恤金，既然赵卫国同志不经手，那就按他刚才的提议，以老人的名义捐给村里的小学修缮教室吧。消息一出，赵建国脸上的得意瞬间凝固。供销社领导把钱直接塞到村干部八爷手里，带着人转身就走，干脆利落。别啊，领导，钱。赵卫国根本不给他机会，上前一步，拍了拍八爷的肩膀：“八爷，修教室的钱您收好。既然有我大哥这个长子在，那爸妈的丧事就全权交给他了，我绝不插手。”赵卫国转头看向脸色煞白的赵建国，笑容阴冷：“大哥，长兄如父，咱爹妈走了，还没成年的魏军，以后可就全靠你这个大哥养活了，你可得尽到责任啊！”
我不同意，我要跟着二哥，跟着你能有什么好日子过？赵卫国眼神一凛，让赵卫军瞬间闭嘴。转眼间，人群散去，只剩下赵建国和他那不成器的弟。没了抚恤金，办葬礼的钱和粮都得自己掏。赵建国打起了亲姐姐的主意。大姐，你看我这条件，老二又是个甩手掌柜，这爹妈也是你爹吗？丧礼的钱和粮，你必须帮我分担点。赵建芬的哭声戛然而止，他猛地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赵建国。赵建国，你还要不要脸？就因你贪心，老二早办妥了，如今偷鸡不成蚀把米才找我，分家没我份，还想让我掏钱，没门！不是我小气，我姓张，出钱给赵家办丧事，像入赘似的，传出去我爹妈能饶了我？赵建国被对得哑口无言，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姐和姐夫愤然离去。赵卫国走进一间雅致的房间，却看到黄道光竟然坐在轮椅上，脸色有些憔悴。四爷，您这是怎么了？赵卫国走近，目光飞速扫过黄道光的面色和关节。只一眼我就看出了他的病根，您这是风湿关节炎啊，而且病得不轻。你小子还懂这个？何止，我看您这风湿已经入心，引起风湿性心脏病了，再拖下去可就危险了。连省内专家都得反复诊断才能下结论，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赵卫国迎着他审视的目光，露出一抹自信又神秘的微笑。四爷，我正好有2味治疗风湿的特效药，你要不要试试？赵卫国将2个药瓶放在桌上，黄琼站在父亲身后，警惕地打量着赵卫国。四爷，这是内服的祛风除湿丸，这是外敷的祛风除湿酒。这里面成分是什么？提前说一下哈，2种药里除了一种特殊的剧毒蜈蚣，还有乌头。黄琼脸色微变，上前一步。乌头，你知不知道乌头有大毒？用药这么猛，你是想治病还是想害人？我这几十年的老风湿，怎么可能没用过乌头？小伙子，你很有胆色。四爷，这药方是我根据特殊蜈蚣的药性专门配伍的，和常规用法有异。药方在这，您可以找人看看。赵卫国将一张药方推过去，黄道光和黄琼都听懂了他的潜台词。黄琼立刻打电话安排司机火速取走药物，直奔县医院。县医院病房内，哀嚎声此起彼伏，28位风湿重症患者或躺或坐，表情痛苦。哎呦，这鬼天气，骨头缝里都像有蚂蚁在爬，疼死我了！谁说不是呢？止疼药当饭吃都没用。医生和护士拿着药走进来，表情严肃。都注意了，今天有一批新药，大家按顺序来，内服1颗，外敷的我们来帮忙擦。哎，不那么疼了，真的，你们快感觉。整个病房瞬间安静下来，接着爆发出此起彼伏的惊叹声。我的天，这种都消下去一圈，肉眼可见啊，这是什么神仙药？医生和护士冲进来，看到眼前景象，个个目瞪口呆。仅仅半小时，效果堪比仙丹，消息如同插上了翅膀，立刻传到了黄琼的耳朵里。黄琼握着电话听筒，脸上是无法掩饰的狂喜和震惊。你确定又用了2回药，病症就已经大好？好，我知道了。爸，成了！见医院那边说那药效果奇好，简直就是神药。好啊，嗨，赶紧打电话把卫国叫过来。饭桌上，气氛与昨日截然不同。黄道光满面春风，看赵卫国的眼神充满了欣赏和宠爱。卫国，来，尝尝你四奶的手艺。黄琼亲自为赵卫国拿来碗筷，笑盈盈地为他盛饭。卫国，别客气，我叫黄琼，你就直接喊我琼姐吧。好的，琼姐。赵卫国心中了然，这待遇显然是药效带来的。卫国，我想请教一下，你那个药里的特殊蜈蚣数量多不多？能不能支持大规模制药？我们想把它推向全世界。黄道光也期待地看着他，这关系到他宏大的商业蓝图。赵卫国表情平静地摇了摇头。琼姐，四爷，这种蜈蚣大概率是一个刚刚变异出来的新品种，我找遍了附近，总共也只发现了2-3千条。黄琼和黄道光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远远不够支撑大规模制药。黄道光坐在太师椅上，眉头紧锁，轻轻揉着膝盖。赵卫国坐在他对面，神态自若。黄琼站在父亲身后，表情关切。你说的祛风湿药，核心就是那变异蜈蚣。黄四爷，准确说，这蜈蚣有2种用法，治风湿只是其一，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这类神经受损才是重中之重。黄道光瞳孔骤然收缩，揉膝盖的手停在半空，原本靠在椅背上的身体猛地坐直。你确定？黄琼也一脸震惊，扶着父亲肩膀的手不自觉地用力。赵卫国不知道，黄道光瘫痪在床的老母亲正是他最大的心病。确定，治风湿的药您是第一个用，但治中风的药我岳母一直在用，效果显著，主要就是这蜈蚣配伍天麻37。好，待会儿就把药拿来，给我老太试试。言归正传，我要你尽快实现这种蜈蚣的大规模养殖，产量要能满足100万病人。
四爷，这恐怕有点难。怎么了？有什么困难？这种变异蜈蚣3年才能成熟产卵，达到药用价值最少9年。9年，到时候我还在不在都不一定了。四爷，谁说我们要等9年？黄道光和黄琼猛地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赵卫国。9年是用来做市场培育的，您格局这么大，不会只盯着国内市场吧？琼姐在港岛工作吧？那边的玩法跟咱们这儿可不一样。想让洋人和富豪接受我们的药，就得玩点高级的。什么高级的玩法？初期产量有限，正好我们专打高端市场，把价格飙到天上去，就让富人抢。这不成了刮穷人的救命钱了？不，我们要做慈善。我们每卖给富人1份药，就免费给2个真正的穷人提供治疗。我们的口号就是买我们的药，不是消费，是做慈善。富人花了钱买了健康，还赚了天大的名声。1份药成本1块，国外卖150，2块钱做慈善，100块补贴我们国内同胞，剩下的47块扩生产发福利，给国家创收。这样一来，富人、穷人、国内病人病都治好了，我们和富豪都赚了名声，企业和国家还赚到了钱。这叫什么？这叫多方共赢，完美闭环。黄道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爸，这方案可行，太可行了！港岛那帮富豪最吃这一套，别说150倍、500倍，他们都抢着买。他猛地一拍大腿，好一个赵卫国，你小子脑子是怎么长的？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给你批20万启动资金，再调拨一批粮食。爸，我来。我去做养殖场厂长，给魏国打下手。好，正好，你先跟着魏国把厂子建起来，从零开始，项目必须严格保密。正好，养鸡需要养殖黄粉虫、蚯蚓，这些也都是蜈蚣的食物，还能利用周围的竹林，就地取材，降低成本。就这么办，魏国，你放手去干，需要什么直接跟琼琼说，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赵卫国走在乡间小路上，步伐沉稳，气场与之前判若两人。因为不久前谈妥了养殖场的开办事宜后，黄道光又给他发了一个小福利，足16个工作名额。这在赵家庄可是掀翻天的大事。大队不理，村支书赵继业正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满脸愁容。赵卫国推门而入，卫国来了，快坐。把眼，我来是为招工名额的事，招待所4个，养殖场10个学徒，还有我大姐夫转正空出来的1个，总共15个。真的，卫国，你这可是给咱们庄子办了天大的好事啊！把眼，好事归好事，但规矩我得先讲明白。赵继业神色一凛，坐直了身体。第一，这些名额你们干部最多留3个，剩下的1半必须给和你们没任何关系的普通社员，别想搞什么我不要，给我7大姑8大姨那一套。应该的。第二，春生从小跟我关系不错，我内定1个，那些以前跟我家有过节的，你就算报上来，我也会给你划掉，别浪费大家时间。明白。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我要的是能干活的人，不是进去养老的大爷。16到25岁，身体好，脑子活，踏实肯干。谁要是敢磨洋工，我第一个把他踢出去，到时候谁的面子都不好使。赵继业被赵卫国的气势镇住了，他知道这次招工，赵卫国说了才算。卫国，你放心，这可是鲤鱼跃龙门的机会，谁敢不珍惜，我头一个饶不了他，保证给你选的都是好用的人。八爷，你办事我信得过。招待所急着要人，1男1女，下午就得过去，你看着安排吧。养殖场的4个名额可以不那么急，招待所的那2个最好下午就能过来干活。毕竟你也知道，因为我父母的丧事，大姐赵建芬这几天都不得不请假，招待所那边都有点忙不过来了。那就让全民和小芳去，全民心明手巧，小芳干活利索，都是一把好手，也不开会商议了，到时候对外就说是内定的。这老狐狸立马就把自己和队长的关系户安排了进来，还正好卡在我的要求里。行，那劳烦八爷亲自通知一下全民哥和小芳嫂子吧，去了找我七舅哥帮忙安排活。另外，顺便帮我把玉兰叫回来，有个招待所正式工的名额，我准备给他，看看他要不要。毕竟留在咱们这里未必能比得上回到城里，不过也无妨。要是玉兰有机会回去，到时候我肯定不会拦着。好，我这就去安排。他肯定在担心我会犯错误，但他不知道，在我这里根本不存在错误这个词。陈玉兰气喘吁吁地跑到赵卫国面前：“卫国，我来了，等很久了吗？”没多久，支书跟你说了吗？我这多出来一个招待所正式工的名额，你要是愿意，就跟我干。当然，你要是以后能回城，我立马放人，绝不耽误你。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愿意，谢谢你。回城，
算了吧，家里已经不要我了。哎，这可是好事啊！怎么搞得像我欺负你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你咋地了，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陈玉兰被他笨拙的安慰逗得扑哧一笑，泪中带笑。铁子，趁着建养殖场，给咱们招待所也扩建1倍，让员工们都住进红砖大瓦房。就这样，我的团队出去雏形，但要建立真正的商业帝国，光有人心还不够，还需要绝对的实力，而我的系统才是我的真正底牌。赵卫国独自在房内，眼前浮现出淡蓝色的虚拟光幕，光幕上显示着待领取奖励列表、金砖、票券、各种物资。赵卫国的目光锁定在最下方一行，技能国术见神不坏。终于来了，他意念一动，点击领取。下一秒，一股恐怖的力量瞬间贯穿他的四肢百骸。赵卫国猛地睁眼，眼中金光一闪，他缓缓站起，走到院中，对着一块磨盘大小的石头，他深吸一口气，看似轻飘飘的一拳打出。几秒钟的寂静后，石头上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痕，最终“嘣”的一声碎成一地石块。一拳10吨，这下就算是头熊也挡不住我了，这才是我真正的底牌。赵卫国悠闲地躺在竹制的网兜里，闭目养神。黄琼急匆匆地从竹林外跑进来，脸上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和震惊。魏国，你这甩手掌柜当的可真舒服。是不是港岛那边的订单谈妥了？妥了，2块港币一个鸡蛋，他们竟然真的认了，太不可思议了！1年下来，光是鸡蛋，咱们就能赚上1000万刀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1000万刀乐也就够买一台大型设备。格局打开，我的目标可不止于此。行，你牛。不过说真的，谁能想到咱们这商业帝国的起点竟然是……赵卫国脸上的慵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掌控全局的自信。对了，海外10几个国家的商人想引进咱们的金羽鸡和养殖技术，价钱好商量。引进他们能给多少？1个亿刀了？怎么可能？那不就结了？1个亿，我花点时间自己也能赚到。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鸡只能在我们的土地上下金蛋。他们想买我的鸡可以，但他们不知道，我真正想卖的是未来整个世界的餐桌定价权。办公室陈设简单，墙上挂着大干快上卫国创汇的标语。赵卫国正悠闲地看着一份报纸，黄琼一脸愁容，快步走进来，将一杯水重重放在桌上。卫国出事了，天塌下来了。一天塌下来还堵心，总社那边来通知说我们这里港岛太远，运输成本高，决定在粤省建的新养鸡场专门供应港岛，让我们供应鸡种。呵，我当什么事呢？黄老的面子现在这么不值钱了？我们家老头子退了，大哥又够不着那边，根本没法的。那补偿呢？总不能让我们白干吧？补偿倒是给了，支持咱们扩建到20万只，但鸡蛋只能内销。说白了，创汇的功劳归他们，咱们就管着一堆鸡，挣点辛苦钱。琼姐，你觉得这事儿就这么简单？他们摘的是桃子，可递到咱们手里的是个随时会炸的雷。什么意思？金羽鸡是咱们的心血，品种的保密性，咱们这儿能做到滴水不漏。可到了粤省，靠近港岛那种鱼龙混杂的地方，你敢保证鸡种不会泄露出去？你的意思是，假如鸡种流到国外烂大街，创汇黄了，你说他们会自己扛，还是反咬我们没管好，拉着一起背锅？这简直是挖坑让我们跳，太恶毒了。那我赶紧去找我爸，让他跟上面说，先把关系撇清。晚了，现在去打预防针，只会让人觉得我们是蓄谋已久。走，去见黄老，这事儿得换个玩法。书房内古色古香，黄道光手持蒲扇，眉头紧锁。听完黄琼惊魂未定的复述，久久不语。形势比人强啊！魏国担心的我也想到了，这事儿确实是个烫手的山芋，一个不慎，满盘皆输。哇，那怎么办啊？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算计我们吧？字爷，琼姐，办法吗？其实很简单。黄道光和黄琼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他身上。他们要鸡种可以，但我们只给他们母鸡苗。只给母鸡？没错，母鸡下蛋创汇，他们面子里子都有，没公鸡繁育不了，鸡苗得一直买我们的。他们那养鸡场就是我们的分厂。下一秒，赵卫国的计划让整个牌局彻底逆转。还有，之前不是有海外商人想要我们的种鸡吗？告诉他们，母鸡苗可以卖，让他们也尝尝育雌蛋的甜头。只不过，想要持续经营，就得源源不断的从我们这儿进口鸡苗。赵卫国这是要把核心技术死死攥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我们养殖场靠卖鸡苗赚的外汇恐怕就不止1000万美金了。至于那边想摘桃子，可以，但桃核必须永远留在我手里。好一个只给母鸡！魏国，你这脑子真是鬼才，就按你说的办。黄道光看着并肩站立的赵卫国和黄琼，一个英武不凡，一个貌美能干，怎么看怎么般配。赵卫国正在对新来的保卫人员训话，黄琼在旁边听着，
记住，育种区采用全封闭式管理，进去的人3个月才能出来一次，出来的时候从里到外片甲不留，所有东西都要粉碎处理。我们要用最严格的制度守住我们的核心机密。办公室内，赵卫国手指轻敲桌面，侃侃而谈。黄道光和黄琼听得很认真。皇叔，金羽姬是我们的根基，但金足子龙蜈蚣才是我们未来的王炸，所以保密制度必须升级。我建议育种区必须独立，建在竹林最深处，对外就说是养蚯蚓的。对，嘎，实在是高，这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蜈蚣的价值完美隐藏起来了，差点把这宝贝疙瘩给忘了。魏国哥，还是你想的周到。这蜈蚣要是真能量产，别说国内，就是欧美的那些富豪，怕是得跪着求咱们买药。黄琼说的没错，这小小的蜈蚣未来将撬动万亿市场，而现在只有我们3人知道这个秘密。魏国啊，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正好我有个奖励，小琼，你带魏国去一趟港岛，开开眼界，顺便把咱们药品的推广计划再完善一下。去港岛？真的吗爸？太好了！黄道光看着女儿赵卫国，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就这么定了，家里的事我来盯着，你们年轻人就该出去闯闯。黄道光的小算盘我懂，无非是想创造机会撮合我和黄琼，可惜他不知道我早已心有所属。昏黄的灯光下，房间陈设简单但温馨。徐丽正在为赵卫国收拾行李。这次要去港岛考察，估计得1个月。1个月这么久？没办法，神仙打架，咱们这种小兵得躲远点，这也是皇叔对我的保护。赵卫国把会议上那些不能明说的利益斗争简单和徐丽解释了一下。我懂，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家里的事你放心。徐丽说着，手不自觉地抚上自己的小腹，眼神黯淡下来。魏国，我这肚子到现在还没动静，外面那些人话越来越难听了。瞎想什么？咱们都去检查过，身体好着呢。是我暂时不想要，想让你再轻松2年。别人的嘴让他们说去，我媳妇我疼。可赵建国和赵卫军他们现在在村里到处转，说不是我不能生，就是你不行。他们和2个连饭都快吃不上的丧家之犬，还有力气嚼舌根。我听说赵建国在生产队天天被排挤，他媳妇都带孩子回娘家好几次了，说再也不回来了。赵卫军也辍学了，天天在家唉声叹气。那是他们活该，对我这个挂，可对你老公我来说，让他们活着受罪，我这是心里痛快多了。没错，有我的幸运之心在，他们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倒霉，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报复。丽丽，相信我，等我从港岛回来，所有问题都会解决。那些嚼舌根的人，我会让他们把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吞回去。徐丽看着丈夫坚毅的眼神，重重地点了点头。港岛之行，既是机遇，也是战场，而我赵卫国从不做没有准备的仗。赵卫国和黄琼走过关口，港岛这边的鬼佬职员眼神轻蔑，鼻孔朝上地扫视着这群北边来的人。自由的香甜空气，只有资本的铜臭味。赵卫国和黄琼被安排在当时算得上高级的单身公寓，有独立的卫生间和书房。黄琼热情地向赵卫国介绍着房间内的设施。这是抽水马桶，这是热水器，全天有热水。港岛天气湿热，你可能要多冲几次凉。你先休息一下，中午华研的领导为你准备了招待宴，下午我带你去逛逛商场，买几身体面衣服，不然咱们这身打扮一看就是大圈仔，会被人排斥的。来港岛除了考察，也是想找个解决个人问题的办法。你和徐丽的事总会有办法的。办法是要自己创造的，在这遍地是黄金也遍地是陷阱的地方，想站稳脚跟，解决所有问题，只有一条路。什么路？搞钱。黄琼开着一辆从华研借来的轿车，行驶在繁华的中环街道上。这里就是中环港岛的金融中心，不过这里东西太贵不实惠，买衣服我推荐去铜锣湾。看来真的是一文钱难倒英雄好汉，在这个地方没钱寸步难行。别担心，上面每天有10港币的补助，加上我的积蓄，吃住行又不用花钱，足够我们考察了。赵卫国猛地摇头，身体前倾，眼神灼灼地看着黄琼。不够，远远不够。怎么不够啊？咱们的生意，玉磁蛋先不说，那几款用金足子龙蜈蚣做的药，目标客户是谁？是富豪。你怎么接触他们？怎么让他们相信你？难道就靠在街边发传单，说我们的药包治百病？我必须让他明白，我的计划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要撬动整个港岛的上流社会。我想的是，先找些穷人免费试药，有了效果再然后呢？富豪惜命如金，没有走投无路，谁会拿自己的命去试来路不明的药？你能请动港岛医疗界的大佬为我们做信用背书吗？黄琼彻底懵了，哑口无言。所以第一步，我们自己要先有钱，有打入他们圈子的门票。
第二，找到合适的目标，用我的医术让他们亲身体验药效。第三，穷人那边的口碑和富人这边的现身说法，双管齐下，才能一炮打响。港岛上层圈子就那么大，只要撬开一个缺口，消息就会像病毒一样扩散。可我们的启动资金从哪来？要不求助华研，他们在这边有人脉，也认识一些亲近我们的富豪。不行，为什么？求助华研，到时候功劳怎么算？这块肥肉，他们会眼睁睁看着我们2个独吞。玉子弹的教训，你忘了？我们吃一堑，要长一智。这个项目的主导权必须在我们自己手里。我要的不仅是钱，更是功劳，是上层的人情，是未来无人可以撼动的地位。黄琼开着车，面带愁容。魏国，我们没钱没门路，怎么才能打入这边的富豪圈？总不能干等着吧？别急，山人自有妙计。等会儿买完衣服，咱们就去跑马场。跑马场去赌？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就拿100块，赢了启动资金到手，输了我还有后招。放心，哥的运气主打一个玄学。闲来无事，赵卫国和黄琼来到了当地一家有名的服装专卖店。一个衣着考究的老者面色痛苦，身体一歪，直挺挺地向后倒去。赵卫国一个箭步上前，从后面稳稳扶住即将摔倒的萧亮。啊，有人晕倒了，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卫国，他这是怎么了？赵卫国眼神锐利，一手搭在萧亮脉搏上，动作专业而迅速。都散开，我是大夫。赵卫国迅速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和一个布制针袋，摊在柜台上，倒出一粒黑色的醒脑通络丸，精准地弹入萧亮口中。不问他，别让他吞舌根。只见赵卫国抽出银针，在老者头顶穴位连下7针，老者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正常。围观群众发出压抑的惊呼声，从恐惧变为震惊。我的天，这是华佗在世啊！中医这么神，得记下来。萧亮缓缓睁开眼，大口喘着气，看着眼前的赵卫国，眼神里充满了劫后余生的感激。谢谢你，后生仔。下一秒，一个中年男人冲破人群，是萧亮的司机阿旺。老爷您怎么样？别动，等我收针。赵卫国不疾不徐地将银针一根根拔下，小心翼翼地收回针袋。好了，老朽萧亮，感谢先生今日的救命之恩，不知可否赏光？明日去我府上小坐。阿旺心领神会，立刻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黑色名片上赫然写着总经理、董事等一连串头衔。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泼天的富贵终究是砸到我头上了。去什么跑马场，这比赢1000万还管用。好，不过还是等明天吧。救护车快到了，您先去医院检查一下，求个心安。说着，赵卫国将之前那个小瓷瓶整个递给萧亮。对了，这瓶醒脑通络丸您收好，按时服用。您的血管情况不太乐观，它能帮您疏通软化。万分感谢。那明天我再夹恭候先生大驾，还请先生留个地址，我让阿旺去接您。我们住在华研的职工宿舍，地址是……好，明天不见不散。赵卫国淡然一笑，转身拿起柜台上自己还没付款的衣服，对店员说：“结账。”黄琼看着赵卫国的背影，眼神里充满了震撼和崇拜。黄琼彻底懵了，他还在想怎么去跑马场赢钱，而赵卫国已经反客为主，拿下了进入港岛上流社会的入场券。简陋的宿舍内，灯光昏黄，赵卫国神态自若地坐在椅子上看报纸。门被推开，黄琼端着一个精致的食盒，满脸抑制不住的兴奋和激动，快步走了进来。卫国，打听到了，你今天下午救的那个萧亮了不得，简直是挖到金矿了。黄琼手脚麻利地将食盒里的饭菜一一摆在桌上，香气四溢。哦，有什么说法？何止是有说法，这个萧亮人称家电大王，你知道这行多赚钱吗？我打听了，整个行业的上下游全被他们萧家垄断了。他们家光是这块的净利润，一年就超过2个亿，这还不算他们家投资的物业和房地产。所以他是个隐藏富豪？何止是隐藏，保守估计萧家资产上百亿，绝对是港岛富豪榜前10的存在。卫国，你这哪是救了个人，你这是救了个财神爷啊！咱们之前担心的那些困难，这下全解决了。知道了，先吃饭吧，菜要凉了。黄琼看着赵卫国淡定如初的样子，一脸的不可思议，但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老领导，跟您汇报个事儿。今天我们这儿的赵卫国同志机缘巧合救了港岛家电大王萧亮，这可是大功。您看能不能把他调到港岛华研？凭这份恩情，我们工作好开展多了。他就是打入港岛上流圈子的金钥匙啊！电话里传来上级领导沉稳而严肃的声音：“老华，你下手太晚了。”老领导，您这是什么意思？人家现在前途远大，怎么可能给你做手下？这么跟你说吧，他这次来港岛有自己的规划，别说你，就算是我想招揽他，可能性都不大。
不能吧？他再有功劳，不也就是个……记住我的话，跟赵卫国同志搞好关系，千万别发生冲突。你以为他是族子，人家早就过河了，是个能顶半边天的帅，以后有你的好处。电话被挂断，办公室里只剩下嘟嘟的忙音。华领导握着话筒，呆立在原地，额头渗出冷汗，脸上的表情从得意、错愕，最终变为深深的忌惮和后怕。他这才明白，自己想把猛虎当家猫，简直是异想天开。富丽堂皇的书房内，刚从医院回来的萧亮坐在太师椅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他的大儿子萧百成站在一旁，面露忧色。爸，咱们为了报恩，贸然接触华研的人，会不会太敏感？港府那边，百成，到了我们这个层面，只要不公开跟大英唱反调，他们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陆离我们这么近，大英离我们那么远，谁才是真正的靠山？你要看清楚。您的意思是，借着这次报恩，和大陆那边搭上线？没错，厚礼我们必须备着，而且要备双份。双份，一份我们亲自送给赵先生，他收不收是他的事，我们必须送到位。这一送是为报恩，更是为扬名。另一份我们大张旗鼓地送到华研去，这一送是为试探，更是为站队。把事情闹大，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萧家知恩图报，也让大陆那边看看我们的诚意。我倒要看看他们会给出什么信号，这叫一石三鸟。第二天早起的赵卫国习惯性查看起系统奖励，从重生到现在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他收到的奖励实在是太多了。宿主赵卫国，精神628，体质500，魅力92，待领取奖励：金钱日元8.8亿。票券阿美丽卡国债2000万，物资原油1000万桶，人参养荣丸100瓶，每瓶100粒，技能水下呼吸，自由属性点24。赵卫国拿起桌上一瓶精致的瓷瓶，正是人参养荣丸。他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这个小东西可比钱有意思多了。一辆黑色轿车平稳停在充满中西合璧风格的豪宅门口。萧亮在家主萧百成和儿媳贺超英等全家人的簇拥下，亲自开中门迎接。赵先生，您能来，真是令我萧家蓬荜生辉啊！老爷子太客气了，外面热，我们还是进去说吧。萧亮拉着赵卫国的手，亲热地往里走。贺超英跟在后面，目光好奇又带着一丝期盼，不停地打量着赵卫国。老爷子初次登门，也不知道带什么好。这是我自己做的一点保健药，叫人参养荣丸，药力温和，对您这个年纪的长辈调养身体、补气益血，应该有点用处。萧亮眼神一亮，一旁的萧百成和贺超英也面露惊奇。都说健康无价，先生出品必是精品，老头子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说着，萧亮直接倒出一粒药丸，看也不看就吞了下去，以此表示极大的信任。萧亮这一举动，无疑是向全家人宣告赵卫国的价值无可估量。坐在一旁的贺超英看到这一幕，眼神中的期盼更浓了。他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赵先生，我母亲她常年患病，身体虚弱。超英，别乱说话。萧百成脸色一沉，在沙发下暗中用力掐了贺超英的大腿一下，低声呵斥。贺超英疼得脸色一白，瞬间噤声，眼眶泛红，委屈的低下头。豪门的龌龊在这一瞬间暴露无遗，这一幕被赵卫国尽收眼底，他不动声色，仿佛什么都没看见。赵生，您送我如此大礼，我这俗人也只能用些俗物来表达谢意了。百成，萧百成立刻会意，从一旁取来一个更贵重的檀木盒子，放在茶几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赵先生务必收下。盒子打开，里面静静地躺着一张支票，汇丰银行支票，金额栏上清晰地写着1000万元整，1000万港币，在80年代足以买下半条街。贺超英和萧百成都屏住了呼吸，紧紧盯着赵卫国。老爷子，这个我不能收，别说1000万，就是后面去掉个万字，我也不能要，否则我犯的错可就无可挽回了。话音落下，整个客厅一片死寂。萧亮、萧百成、贺超英全都愣住了，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赵先生，这是我萧家的一点心意，1000万现金，外加中西区的一栋宅邸，救命之恩，无以为报。赵卫国目光扫过支票和房契，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轻轻将他们推了回去。老爷子，心意我领了，但这东西我不能收。赵先生，这和贪污受贿无关，是我个人感谢，您不收，是让我萧某人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啊。老爷子，我知道您还准备了后手，比如成立个什么慈善基金，让我来管，对吧？萧亮和萧百成对视一眼，满脸错愕，这正是他们准备的 B 计划。赵先生，您怎么知道？因为这2种方法都蠢得无可救药。直接收是害我，搞基金是害国。你们想报恩，我给你们指条明路，一条能让你们萧家再上一个台阶的康庄大道。随着赵卫国话音落下，整个客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萧亮和萧百成被赵卫国的气势镇住，下意识地挺直了身子，洗耳恭听。第一，这1000万我不要，我借，就当是启动资金。借，赵先生，您这是？我给你一个方子，能做出效果只有人参养荣丸1/5的口服液，但足以吊打市面上所有的保健品。你说好不好卖？那肯定卖爆啊！我爸吃了您的药，现在精神头比我还好。好，那这1000万就用来买一条最先进的口服液生产线，工厂的工人就去辽屋区招，给穷人一口饭吃，这算不算做慈善？萧亮父子已经跟不上赵卫国的思路，只能被动点头。这1000万借款的本金加利息，我会让化研出面，全部换成实物，发给辽屋区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并且以后每卖出一瓶口服液，都拿出一部分利润注入这笔善款。他没有停下，而是抛出了一个更颠覆的构想。老爷子，你出了钱，不能没回报。口服液和人参养荣丸在港岛的独家代理权给你们萧家，给我们。你们萧家做家电起家，现在又投资了医药，这是管兵。有了我的口服液，你们就切入了老的领域。我再问你，医药行业做深了，富有方向是不是一个金矿？这就是生老病死一个完整的产业闭环，其他产业都能冲出港岛，做大做强。老爷子，你告诉我，这个用1000万换来的商业帝国，够不够还我的人情？萧亮父子已经彻底呆住了，他们看着眼前的赵卫，仿佛在看一个来自未来的商业剧。爸，这简直是商业教科书，利润比房地产高，还没周期性。我们要是做成了，就是港岛的绝对龙头。赵先生，您不是我的恩人，您是我萧家的贵人，是我萧家未来的领路人。赵卫国淡然一笑，他知道从今天起，自己不仅还清了人情，更是在湘江为国家也为自己落下了一颗无比重要的棋子。所以，萧老爷子，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一切全听赵先生安排。简陋的宿舍内，灯光昏黄。赵卫国刚用热水擦过脸，神色清明，丝毫没有酒意。他接过黄琼递来的清茶，眼神锐利地看着他。想问什么就问吧，憋了一路了。卫国，办厂的事你到底怎么想的？萧家那边是松口了，可这厂子以谁的名义办？主导权在谁手里？利益又怎么分？这可都是大问题。其实咱们没得选。赵卫国不急不缓，开始了他的顶棚设计。厂子必须以化研的名义办，他们在港岛掌握着几乎全部的内地商业资源，绕不开。可我们毕竟是供销体系的人，好处全让华研占了，这不等于背叛吗？琼姐，格局小了，你现在要考虑的不是供销体系，而是你们黄家能拿到多少好处。黄琼浑身一震，恍然大悟，眼神从困惑变为清明，再到彻底的钦佩。他明白了，赵卫国的布局早已超越了单位之争。卫国，姐明白了，从现在起，我完全听你的。这就对了，我们要的不是小利，是效率和时间。我的计划是国内的药材收购给供销体系，这是他们的老本行，给足他们外汇分成，他们没理由不卖力。这是第一步，利益捆绑。港岛建厂的人力物力全靠化研，他们白得一个上千万的厂子，偷着乐吧。这是第二步，各取所需。但最核心的药材的粉碎萃取必须在国内完成，我们只把半成品的药液运到港岛分装，配方绝对不能外泄。高，实在是高。那国内的加工厂放在哪？就放在你大哥那，3趟快车专线直通港岛，方便快捷也最安全。我马上去给我爸打电话，让他全力配合。黄琼快步走到楼道的公用电话旁，神情激动且严肃地拨通了号码。爸，是我。卫国的计划是这样。黄琼将赵卫国的全盘计划一五一十地转达给了父亲。随着黄琼的叙述，电话那头的黄道光脸上的睡意和不悦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震惊和兴奋。哎，卫国这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啊！他已经不是池中之物了。爸，所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按他说的办。黄琼挂断电话，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宿舍，躺在床上，睁着双眼，辗转反侧。父亲那句让他自己体面退出在脑中反复回响。这一夜，有人为情所困，为家族的未来辗转难眠。另一边，赵卫国的宿舍，天还未亮，他猛地睁开双眼，眼神中没有丝毫睡意，只有一片清明和算计。奢华的公寓书房，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港岛璀璨的夜景。手机放在免提状态，黄琼激动到微微颤抖的声音从里面传出：卫国，战报，最终战报出来了，你绝对猜不到。说，今天一天，就今天一天，我们13家门店人参养荣液总共出货26189盒，营业额是7856700块港币。我们一天就卖了快800万。赵卫国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还行，港岛人还是识货的。还行，卫国，这都快创造港岛零售业的奇迹了。你知道吗？我爸刚才打电话来，身都在抖。奇迹？这才哪到哪，好戏才刚刚开始。赵卫国坐在车后座，闭目养神。黄琼正在开车。卫国，小家那边已经把所有资源都对我们开放了，我们第一步到底要做什么？
保健品核心原料就用人参。人参，特别是上了年份的老山参，更是有价无市。我们怎么做到？别人做不大，我能。你只需要告诉他们，我要建港岛最大，不是亚洲最大的植物培育基地。至于人参的品质和产量，让他们拭目以待。老焦到底来不来啊？我可就指着他手里的那点人参养荣丸的份额给我老丈人续命呢。续命？你可拉倒吧！你那点小心思谁不知道？不就是想让你老婆吹枕边风，好让你在公司董事会多个帮手？我跟你说，这玩意现在比黄金还难搞，简直是社交硬通货。包厢门被推开，肖亮精神矍铄地走进来，他面色红润，整个人比实际年龄看起来年轻不少。肖先生，您可算来了。坐，都坐。肖先生，您这是吃了仙丹了？怎么感觉您这精气神比我这当儿子的还足，简直是返老还童啊！什么仙丹？就是赵小友送我的养荣丸。我跟你们说，这玩意儿绝了，效果怎么样？你们看我就知道了。没错，在平民版人参养荣液上市前，赵卫国先用顶级老山参做了一批特供版的人参养荣丸，专供销量这种顶级富豪，效果嘛，堪称行走的活广告。肖先生，别卖关子了，这次的份额无论如何得分我一点，价格你开。这个嘛，赵小友说了，老山参稀缺，这东西是吃一碗少一碗，你们也知道，物以稀为贵吗？卫国，你简直是神了！你那个富豪特供、平民跟风的饥饿营销策略太成功了。那些富豪把人参养荣液溢出来，普通中产和想送礼的人都疯了。我说了，这只是开始，那些富豪才是真正的大鱼。你又说对了，肖百成刚刚又来电话，说各大富豪家族联合起来，直接下了个大订单，5万盒，他们要拿去当中秋节礼，送给合作伙伴和手下。5万盒，告诉肖百成接了，但是下一批货所有产品涨价20%。啊，还涨？这会不会太狠了？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我的东西有钱都未必买得到，这港岛的天该变一变了。短短几天，人参养荣液的销售额就从500万断崖式下跌，稳定在了30万。黄琼推门而入，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兴奋和喜悦，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卫国，天大的好消息！赵卫国缓缓转过头，表情平静。我哥调任对外贸易部出口局常务副局长，还有咱们的厂子直接提成部直属企业，成立集团。你赵卫国从今天起就是名正言顺的高干了。赵卫国非但没有高兴，反而眉头微微一皱。知道了。怎么了？20岁的高干，这可是破天荒的，你不高兴？琼姐，你觉得这是好事？难道有问题吗？这是对你的肯定啊！肯定是捧杀！我现在就提到这么高，在网上呢，是拿命去换，还是在一个位置上耗10年青春？你的意思是？说实话，这铁饭碗我没打算捧一辈子。什么？你想离开体制？对，与其在里面卷生卷死，不如跳出来，海阔天空。琼姐，你还看不出来，我这人就喜欢搞钱、搞享受，纯的资本家预备役，那种腐朽的生活才适合我。黄琼沉默了，他知道黄家这棵大树留不住赵卫国这条巨龙。你什么时候提出来？年底等集团稳定下来，我会推荐你接班。放心，我已经为国家准备了好几份王炸级的大礼，保证我就是跳出去了，咱们也依然是版本 T0的合作伙伴，谁也离不开谁。赵卫国的计划远比黄琼想象的更加周密和疯狂。几天后，一个意想不到的邀请打破了平静。卫国，有个大人物想见你。谁？顾海潮。赵卫国眼神一凝，顾海潮，港岛华商领袖，生意遍布全球，连白宫都是他的座上宾。这种人物，跺脚整个港岛都要抖3抖。哦，他用什么理由？说是他父亲年纪大了，想请你这个姓名国手给瞧瞧，姿态放得很低，说是恳求你。行，这个面子得给，就当是提前拜个码头。你回话，明天下午。第二天下午，顾海潮竟亲自带着一家老小在门口迎接，笑容满面，姿态谦逊。赵先生，感谢您肯赏脸，拔冗前来，韩社真是蓬荜生辉啊！顾先生太客气了，天下龙国人是一家嘛，您这是为父尽孝，我这当晚辈的必须得到。呵呵，赵先生快人快语，里面请。顾海潮与赵卫国并肩而行，向别墅内走去，其他人跟在身后。其实自从49年搬来港岛，我也回过大陆几次，毕竟那里才是我们的根，还留着祖坟，可惜啊。顾海潮话锋一转，眼神带着一丝试探看向赵卫国。我已经有10几年没回去了，也不知道家乡的亲人现在到底如何了。看似一团和气的会面，实则暗流涌动。顾海潮真正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父看病那么简单。顾惊雷坐在主位沙发上，虽显老态，但眼神依旧锐利。顾海潮和妻子黄秀颖陪坐一旁，神情关切。
赵卫国松开搭在顾惊雷手腕上的手指，面色平静。赵先生，我父亲的身体到底怎么样？老爷子身体机能严重老化，如80年老机器，零件磨损。我开方只能让他转瞬些，换零件不可能。那先生的人参养荣蛮效果非凡，杜治。老爷子的事另有办法。对外卖的是30年餐，药效一般，若能用100年老山参，效果必天差地别。先生放心，100年以上的我这有5株，只要先生肯出手，这不成问题。老爷子的身体是过去，我有把握调理，但顾先生你的身体才是将来啊。我先生他怎么了？他每年都体检的。五脏不调，五行失衡，现在不觉得，但病根已种下，若不提前干预，将来恐怕病灶再废，恐是大吉。赵先生，那可怎么办？求您一定得帮帮他。举手之劳。接下来的几天，赵卫国便用顾家送来的100年老山参为他们父子2人专门配药。顾海潮也知道这份人情有多重，他送的这份大礼比任何金钱都来得实在，而我也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电视新闻里，女主播正用激动的声音播报：本港新闻，本期6合彩爆出3000万巨额头奖，而这位神秘的幸运儿，据马会透露，是一位姓赵的先生，3000万刷新了历史记录。豪华办公室内，顾海潮和肖亮老爷子看着报纸，面面相觑，一脸震惊和不可思议。我们正准备给他送启动资金，他倒好，自己解决了，还是用这种方式，这运气简直是天选之子。赵卫国看着上面的新闻，嘴角露出一抹近在掌握的微笑。他们以为是运气，却不知这只是我计划中的一环。卫国，你简直是欧皇附体啊！3000万，你打算怎么花？做熟不做生，这笔钱一半我会投进医疗保健。我已经准备好了2款新产品。他从抽屉里拿出2份画着草图的计划。第一个，促进大脑发育，让孩子更聪明，赢在起跑线上；第二个，促进身体发育，让孩子更高更壮，体质超群。什么意思啊？可要是别人模仿怎么办？模仿这2款产品的核心原材料、产地、技术、配方全部被我垄断，他们就算把配方偷走，也找不到1颗原料。这生意全世界只有我能做。赵卫国眼中闪烁着光芒，仿佛已经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正在崛起。黄琼怔怔地看着他，感觉眼前的男人已经是一个即将搅动风云的枭雄。大陆来的那位奇人赵卫国，今天又一个人来摆烂了，殊不知早已有人盯上了他。看见没？那就是赵卫国。看见了，大姐，他好像总是一个人来，也不叫姑娘，就干坐着听歌，真是个怪人。喂，这叫松弛感，你懂个屁！这说明他眼光高，一般的庸脂俗粉入不了他的法眼。可大姐，他就是个大陆来的土包子，虽然有点奇遇，但我们自由总会连港岛的明星都得敬我们3分，用得着这么关注他吗？土包子，我告诉你，就在今天下午，他刚跟他老婆敲定了一个计划，用一种速生人参，半年就能收，药效顶得上6年的原餐。我的妈呀，这哪是搞事业，这简直是开印钞厂啊！这要是让他搞成了，咱们宝岛的市场都得被他充满。现在知道他的价值了，他就是一座会走路的金山，而且他最大的弱点就是好色。可他没绯闻呐，圈里都说他不近女色。他不近女色，只因没遇角色，这正是机会，送个王炸，找记者拍图编故事，说他抛弃大陆新婚高官嫡女，在港岛风流快活。戴月楼的脸上浮现出毒计得逞的笑容。到时候大陆那边必然容不下他，他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我们再对他雪中送炭。你猜这座金山会不会被我们拉拢过来？大姐英明，这招釜底抽薪，简直是降维打击。那我们用谁？你以为我今晚为什么来这？你看节目单。手下拿起桌上的节目单，手指划过几个名字，最终停在了一个名字上：苏曼青。苏曼青，第1代甜歌皇后，那个连小日子都为之疯狂的女人，她肯吗？他不肯他敢不肯吗？在港岛这片地，是龙他得盘着，是虎他得握着，他那点名气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各位来宾，今晚我们有幸请到了一位从宝岛远道而来，风靡东洋与南洋的时代歌后，她就是我们的梦中情人苏曼青小姐。苏曼青缓缓走上舞台，她一出场，整个夜总会的空气仿佛都变甜了。赵卫国的眼神终于有了一丝波动，他看着台上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怀念和玩味。戴月楼注意到赵卫国的表情变化，得意地对身边手下说：“看见没？哟，上钩了。”戴月楼拿起桌上的大哥大，拨通一个号码，让他唱完之后直接去赵卫国的卡座，告诉他这是任务，必须完成。要是敢耍花样，他在宝岛的家人就等着喝西北风吧。包厢内灯光昏暗，戴月楼轻地晃动着手中的红酒杯。大姐，这姓赵的油盐不进，怕是不好搞啊。庸脂俗粉，看到没？征服一个普通女人有什么意思？要玩就玩征服一个万众瞩目的大明星，那种感觉才叫刺激。高，大姐实在是高，用苏曼青这种级别的女神去投怀送抱，她赵卫国除非不是男人，否则绝对顶不住。
去把苏小姐请到后台来，告诉她为自由献身的时候到了。什么？让我去勾引一个有妇之夫？戴会长，这是对我莫大的羞辱。羞辱？苏小姐，别忘了你的身份，现在需要你，你就想当缩头乌龟？你在威胁我？我只一封信就能让你和你家人再也出不了国，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戴月楼的威胁字字诛心，精准地打在了苏曼青的软肋上。苏曼青的肩膀垮了下来，眼神中的光芒熄灭了。乖，事成之后我保你一家富贵。去吧，赵公子可等着你呢。赵卫国正准备起身离开，一阵香风袭来，苏曼青端着酒杯，强颜欢笑地坐到他对面。请问是赵卫国公子吗？苏小姐有事？我听说您手里有特效的人参养荣丸，我想买一批孝敬父母。哦，这借口倒是挺孝顺，可惜药没了，得排队。赵卫国一眼就看穿了这拙劣的表演，而且我得回家了，回太晚，我怕家里的老婆大人胡思乱想，罚我跪榴莲。赵卫国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苏曼青在原地，满脸的难堪和一丝解脱。废物，一个苏曼青拿不下他，看来是我小瞧他了。他的眼光很高，给我接林惊鸿，告诉他我这有个能让他一步登天的大制作，看他接不接。小白，戴月楼逼我去接近一个男人，如果我不去，他就要封杀我。欺人太甚，惊鸿，你可千万不能答应，我的女人怎么能去干这种事？那你能帮我吗？这戴月楼的势力，你也知道。这一刻，林惊鸿彻底看清了眼前这个男人，所谓的爷们，不过是个没担当的忍者神龟。停车！你什么意思？我叫你停车。林惊鸿下车，头也不回地走进夜色中。第二天，林惊鸿答应了戴月楼的条件，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要资源补偿。赵卫国悠闲地坐在看台上，林惊鸿一身精心打扮，恰好坐在他旁边的空位上，正准备上演一场偶遇。他刚要开口，赵卫国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淡淡的开口了：“说说吧，是谁指使你来的？”林惊鸿浑身一僵，准备好的所有台词都卡在了喉咙里。他惊恐地看着赵卫国，仿佛自己被完全看穿了。赵卫国直接使用了真话语，作弊就是这么简单粗暴。是戴月楼会长。呵，又是他，他就觉得凭你就能让我拜倒在石榴裙下。赵公子，是我错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求您给我一条活路吧，戴月楼不会放过我的。聪明的女人知道，当一艘船要沉时，必须立刻跳上旁边最坚固的航母。你算计我，还想让我救你？只要您愿意救我，我什么都愿意做，什么条件都答应。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走，陪我去见几个人，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事后我保你安然无恙，甚至比以前更风光。林惊鸿愣愣地看着他，眼中充满了震惊和劫后余生的庆幸。他知道自己赌对了。这场由戴月楼精心策划的美人计，最终以主角赵卫国兵不血刃的策反敌方王牌，大获全胜而告终。办公室装修沉稳大气，林惊鸿局促地站在一旁。黄琼挂掉电话，看向赵卫国：“卫国，人都约好了，马上到。不过那帮老狐狸真能听我们的？他们不是听我们的，是听利益的。”话音刚落，门被敲开，报社主编和领导被秘书引了进来。两位领导，长话短说，自由总会的戴月楼给我设局，想用桃色新闻搞臭我。这位林惊鸿小姐就是受害者。岂有此理！赵先生放心，我们立刻发文澄清，绝对支持您。卫国同志，发声没问题，但您得有心理准备。戴月楼那边媒体资源比我们硬，这是最后80%是场口水仗，伤不了他们筋骨，他们甚至会倒打一耙，说是我们自导自演。口水仗，我就是要他们把口水吐干。我要的不是澄清，是师出有名。你们尽管登报，火力越猛越好。我要让全港岛都知道是他们先动的手，这样我接下来送他们的大礼，才不会有人来劝我以和为贵。主编和领导对视一眼，从赵卫国的眼神里读懂了杀气。明白了，我们这就去办，祝您马到成功。赵先生，那我以后怎么办？我的演艺事业是不是全完了？放心，天塌不下来，你的安全我保，你的事业我不仅要保，还要让它比以前更辉煌。戴月楼不让你拍戏，我就自己开一家影视公司，让你拍个够，他断你财路，我用私房钱给你补上，1分都不会少。林惊鸿眼中瞬间蓄满泪水，震惊又感动地看着他。办公桌上摊着几份报纸，标题刺眼，都是抹黑赵卫国和林惊鸿的内容。果然，戴月楼的反击又快又狠，一夜之间，赵卫国就从受害者变成了阴谋家。卫国，他们太嚣张了，翡翠台滚动播出，把脏水全泼回来了。我们现在很被动。被动？不是时候上强度了。玉兰呢？让她进来。